男人本因身患绝症离开人世间，但他却再次睁眼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这里不仅有7大混世魔王奉其为主上任凭差遣，身边更是美女环绕服侍起居，就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风四娘也甘愿与之双修。但这里危机四伏，无数人想要他的性命，而他自己却是个十足的战五渣废物，手下也生出反骨，要将其斩杀来恢复力量。为了生存，他必须心狠变强，才能镇住身边的人，直至云海翻腾，成为天降魔主君临天下。而这一切从他沉睡了近半年后开始。这天，丫鬟如往常一般照顾他时，下一秒他却猛然睁开双眼，吓得一旁的丫鬟顿时惊坐在地，随后起身边跑边大声喊着：“主上醒了！”男人艰难地撑起身体，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，疑惑自己不是死了吗？原来男人名叫郑凡，是一个天才漫画家，而长时间爆肝创作让自己英年早逝，转眼却发现自己来到了眼前这个世界，好不容易才费力地穿上衣服，却发现一道曼妙的身姿堵在门口。郑凡如遭雷击般愣住了，因为来人正是自己漫画中的角色魔王风四娘。不待他思考，风四娘便扑进他怀中：“您终于醒了，奴家等了您半年了。”纯洁如我的郑凡扭捏推开他，意识到自己失礼的风四娘，急忙跪地请求宽恕，随后扶起郑凡，准备给他介绍这里的其他几人。先是带他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然后在一间充满酒香的房间停下。“阿明，主上醒了，还不赶紧过来拜见？”郑凡见到此人，心中又是一惊，他也是自己漫画中的角色吸血鬼阿明。只见他缓步上前跪下，参见主上。这时，诸如薛三和砍柴人樊丽也闻讯赶到，紧接着便是瞎子北和僵尸梁成，而这些人都是郑凡和他同伴一起创作出来的漫画角色。他们每个人无一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王，如今却和他一同穿越到这个未知的世界中。这时，风四娘举杯表示恭喜主上苏醒，咱们这些人终于有主心骨了。郑凡此时却不合时宜地打断说：“我昏迷这半年，你们是怎么在这儿生存的？”众魔王顿时一愣，他们本以为这里是郑凡创作的另一方漫画世界。随后，瞎子北解释说，跟随主上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，他们全都变成了没有能力的普通人，所以才蜗居在此处等待主上苏醒。郑凡想不到一跺脚便能引起山呼海啸的魔王们竟变成普通人，但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，自己还真没胆子敢驾驭全盛时期的他们。随后他又问到魔丸到哪去了，因为在座这些人都是郑凡工作室其他伙伴创作出来的，他不过从旁协助而已，但唯独魔丸是自己独立创作的角色，有他在自己能安心许多。转眼间，四娘捧着一个盒子上前，魔丸说自己没有肉身，也不需要吃饭喝水，于是便将自己封印在这块石头里面。就连自己亲笔创作出的魔丸都不愿现身和他见面，毕竟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对一个凡人卑躬屈膝呢？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魔王如今已丧失能力，成为普通人，就连堂堂吸血鬼始祖现在被酒瓶割破的小小伤口都恢复不了，如今只能蜗居在客栈做起了红酒生意养活众人。这时郑凡来到他跟前：“阿明，我们聊聊。”郑凡开口询问这半年来他们有没有打听到有用信息，谁料他却一概不知，他只负责酿酒，情报打听是瞎子的事，并且直接点破郑凡说：“你没必要害怕我们，虽然我们确实瞧不起你，但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们没有抛下你，你醒了更不会，是你才让我们的故事得以延续，所以我们甘愿奉你为主，更不会抛弃你。既然主上已经醒了，那么您可以去问问瞎子，他对这里知道的多些。”此刻郑凡已经清楚了，看来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漫画的人物，所以才认自己为主。不过也好，这算是个不错的消息吧，谢谢了。此时还没走远的阿明瞬间感觉一丝异样，他突然发现手中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。而此时酒楼内，薛三正卖力的说书，上回说到萧炎成为斗宗强者，习得斗气化马之术，台下听众纷纷叫好，斗宗强者竟恐怖如斯。郑凡看着台上的薛三，很难想象他这模样能和那个喜欢腰斩敌人的魔王联想到一起。而风四娘在漫画中开过很多酒楼，这儿恐怕是最寒酸的吧。转身又寻到门口的瞎子北，询问他这个世界的情况。他解释说，这应该是个普通的世界，至少这半年遇到的都是普通人。郑凡看了看街道上行人所骑的高头大马，你看那马，你管这儿叫普通世界？我看不见，因为我瞎呀。夜里，郑凡叫来众人一起开会，人已聚齐，你们对今后有什么想法吗？风四娘表示他们的想法无关紧要，主上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想法。那我就明说了吧，你们是想混吃等死，还是想搞点事情？众人听后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虽然沦为普通人，但魔王的性格怎可甘于平庸？大家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与其平庸，还不如搞点有意思的事情。如果玩完就当游戏结束。瞎子北瞬间明白郑凡的心思，作为智囊的他立马做出安排。薛三去县衙打听情报，樊丽找个商队混进去观察有没有适合落脚的地方，而四娘你今晚就接客吧。梁成和阿明负责四娘的安全，最起码别真让其他人占了四娘的便宜。咱们今晚就搞一票大的。就在安排众人各自执行任务后，吸血鬼阿明禀报获得四娘首页的拍卖者出价太高了，很有可能是大家族的公子，而且还随身带着护卫。郑凡表示点子太硬就放弃吧，这种身份的人怕是不好对付。阿明却不以为然，对方越是难办就说明目标价值越高，况且四娘连钱都收了，如果主上想帮忙的话倒是可以这样。没过多久，郑凡便拿着一坛酒出现在酒楼，而僵尸梁成已在这儿等候多时。主上您一定要见机行事，千万不要太勉强，万事由我们给你兜底，毕竟主上您的安危不容有失。郑凡有些惊讶，他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与此同时，屋内四娘仅仅一个眼神，男人就被迷得神魂颠倒。
看着眼前的新鲜事物，不知为何，但却如此摄人心魄。而此时屋外一名守卫正守在门口，看见郑凡两人靠近，便要将其喝止。梁成解释说这是掌柜吩咐送进去的酒，护卫不再阻拦，但只允许郑凡一人进屋。在经过护卫身边时，郑凡感受到了其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压迫感，脸上竟忍不住的直冒冷汗。但此刻屋内已经进入白热化了，时机已到，就是现在！下一秒，郑凡高高跃起，将手中的酒坛砸向护卫。屋内的四娘也用其腿上之物狠狠勒住男人的脖子。守在窗外的阿明听到动静，立马掏出一根尖锥，狠狠扎向自己掌心。品尝着鲜血的味道，他激发出潜能，一股狂暴的能量涌现，随后爆射进屋内，将手中的发簪径直插入男人后颈处。一声惨叫后，男人无力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屋外酒坛在护卫脑袋上应声而碎，但这护卫实力惊人，竟跟没事一样抽出长刀就向郑凡斩去。眼见郑凡躲闪不及，就要饮恨当场，梁成双目爆发出红光，随后掏出体内的士钉，一个闪身来到护卫身后就要结果了他。然而这护卫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一般，立马调转攻势，转身就是一剑刺进了梁成体内，而梁成却面无表情，将手中士钉狠狠插进护卫的身体里。护卫心中大惊，对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难道是死士？随后爆发出强烈的气劲，将梁成震飞，望向屋内顿感不妙，急忙冲了进去，想要确认公子的安危，但里面的阿明已等候多时向他袭来。护卫立马感受到了杀气，反手一剑刺出，只见阿明竟硬生生的被钉在了墙上，但他身体却异常兴奋的颤抖起来，随后陷入癫狂的大笑中。在他仰起头的那一刻，显现出两颗尖锐的獠牙，下一秒便狠狠地咬在护卫脖子上。他体内的气血不断流失，身体也如肉眼可见的干瘪，随后无力地倒了下去。反观阿明这边屁事没有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，狂暴的能量涌现，展示出魔王之姿，这下将众人看得震惊不已。四娘急忙上前询问阿明究竟是如何恢复的。当他得知恢复原因和主上有关，立马瞪着卡兹兰大眼，转头一脸饥渴的表情盯着郑凡，邪恶的想着如何从他身上获取力量。郑凡被他盯得头皮发麻，心虚的说：“四娘，你要干嘛？”只见四娘俯首作揖说道：“鱼儿已经抓住了，奴家先带主上回去歇息吧。”又媚眼如丝对着郑凡表示其他事情交给他们做就行了。画面一转，梁成盯着盒子里的阿明问道：“躺这玩意儿里面对恢复实力有帮助吗？”“不是，躺这里面纯属爱好。你作为一只僵尸难道不懂吗？”“不懂，我更喜欢睡床。”这时他身后传来瞎子北的声音：“看来你们这次意外是我判断失误了呀。”阿明听后一脸无所谓，这样有挑战的世界才更让人兴奋呢。今晚过后，这个世界初步探索视野算是成功了。你们忙，我去审问那公子哥了。阿明却打断了他，让主上亲自去审讯吧。两人闻言顿时一惊，他这算是在恭维主上吗？随后瞎子走上前说：“主上应该不会做这种事，到时候一样还是推给我做。”阿明却提醒说：“他毕竟是主上，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。”瞎子听后泛起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，看来这就是你先恢复实力的原因吧。说好一起装矜持，你却偷偷舔出了头。梁成有些不明所以瞎子说的话，快说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私底下和主上做了什么恶心的事？阿明长舒一口气，我猜测我能恢复力量，应该是获得了主上的信任，因为我们都是他创造的，应该和他存在某种契约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获得他的认可。此时正在泡澡的郑凡思绪万千，屋外传来瞎子的声音：“主上，那条小鱼儿您需要亲自审讯吗？”郑凡表示不用了，这些事你们来做吧，那属下审讯后将信息整理好再汇报给您。郑凡心中不免疑惑，他们怎么突然这么殷勤了？洗完澡后，郑凡正准备去睡觉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阴森的声音，郑凡吓得一激灵，梁成本就是僵尸，连说话都带着寒气，这么晚了是有什么事吗？梁成也不开口，只是直直地盯着他。郑凡抬手放在他肩膀上：“伤好些了吗？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说，虽然我自知实力不济，但至少还可以当个倾听者。”下一秒，梁成竟然也将手放在郑凡肩膀上，一脸关切：“主上，下次您不要上前了。”郑凡一愣，这哥们大晚上搞这么肉麻干什么？随后打着哈哈说：“知道了，我先去看看审讯的咋样了，你自便。”说完就转身离开，只剩下梁成保持着姿势傻愣在原地。待他反应过来后，双手捂住脸蹲在地上，太羞耻了。但下一秒，一股浓郁的血气汇聚在他受伤的胸口中。主上，这个世界确实跟我们以往的不同，甚至要有趣的多，您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咱们所在位置叫做虎头城，隶属于燕国的北风郡，也就是相当于省的意思。而这里和北方蛮族交界，所以时常会发生一些战争，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。一是北方蛮族部落众多无法统一，另一方面也是燕国南下，还有前处境三国虎视眈眈，所以基本将重心放在中原上，除却一些小国。如今天下便是燕晋楚前四国鼎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世界不光有修士武者，还有魔法斗气，都以9品来分等级。而昨天我们干掉的那个护卫连9品都算不上。现在我们有2条路可走，一是探寻回去的路。郑凡直接打断：“一可以去掉了，说说第2条路吧。”瞎子泛起一丝欣慰的笑容：“第二就是我们以虎头城为据点，发展我们的势力，逐鹿天下。以上就是属下的计划，请主上指导意见。”郑凡听完表示：“你规划得很好，我没意见。”瞎子却站起身，低头颔首说：“还是主上领导有方，你这马屁拍得也太生硬了吧？有什么话直说。”主上，属下需要的是您的信任。郑凡表示：“我当然信任你们。”可瞎子还保持着姿势：“不，主上你没有，我真的信任你。不，还是没有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信任你啊。”
这时碗中的菜叶竟轻飘飘地浮了起来，然后落进瞎子的碗中。瞎子这才满意地说：“多谢主上的信任。”郑凡被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以后还是离他远点吧。只见瞎子周身灵气聚集，我舔完了，你们继续。午后，郑凡正四处溜达，被一阵敲打声吸引了注意。只见薛三正卖力地捣鼓着手中的玩意儿。薛三，你这是在做沙盘吗？是的，主上，咱们接下来要在虎头城立足，搞个战略沙盘，以后也方便些。郑凡看着不停忙碌的他，脸上也泛起一丝笑容。加油，你继续忙，我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待郑凡走后，薛三身体竟不断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异响，然后又是一阵剧烈咳嗽，一个没站稳，身体便要摔倒在地上。但下一秒，他竟然十指点地，硬生生地将身体支撑起来。这一刻，他已经明白自己的力量回来了。离开后的郑凡始终想不清楚为什么瞎子他们感觉怪怪的。薛三倒是比较正常，郑玉打算回房睡觉，远处却传来薛三的狂笑声。得了，又疯一个！突然，他没注意到脚下的门槛，身体竟直直朝屋内摔了进去。但下一秒，他却发现自己好像撞上了一团柔软之物。郑凡心中直呼要完，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紧要关头，瞎子被推门而入，主上。下一秒，一只茶壶朝他飞了过去。你这死瞎子，进来不会敲门吗？多好的气氛被你破坏了！只见他轻咳一声，主上不好了，客栈门口出事了。画面一转，几人来到大厅，只见一名衣着铠甲的男子气焰嚣张地说：“朝廷征兵，按户籍人口算，你们家必须得出4人。”四娘立即上去卖惨，说：“我们家阿丽跟商队跑了，阿明又有肺痨病，还剩下个瞎子和矮子。大人您看这是？”男人一声冷哼：“残疾的就算了，你身后2个应该是正常人吧？他们必须应征。”临走扔下一句：“明日正午之前必须到军营报道，否则一律按逃兵处置。”四娘立马回应：“知道了，大人慢走。”待几人离开后，瞎子北立马理清思路：第一，咱们收拾好东西，今晚就离开虎头城。不待他说完，郑凡直接打断：“去就去吧，你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将这里发展成据点，放弃太可惜了。况且目前扯旗造反还不太现实。”瞎子恭维地说：“还是主上想的长远。”随后便吩咐薛三跟着一起去，也算多个照应。四娘闻言表示也要一起，瞎子却嘲讽说：“你去军营卖笑吗？”又一正言辞道：“我们作为属下是要为主上扫清障碍，不是添麻烦的。”郑凡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必须赶紧成长起来，才能统领这群人，必须比他们做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次日，他们3人便来到军营，而他们刚报道完，就被通知要随军出征。梁成敏锐发现，虽然只让我们运输粮草，按理大军应在我们前方，但路上却没有任何行军的痕迹，连进攻目标、军队规模通通都不清楚。这时，一道身影闪现进帐内。主上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属下去粮车那儿转了一圈，发现里面竟然全是石子，一股不好的预感从郑凡心底升起。入夜后，梁成又上前禀报，今晚大概率会出事。军营内只有200骑兵，其余全是被强征来的普通人，且周围根本就没几个哨兵。郑凡立即反应过来，看来我们是被当成诱饵了呀。这天夜里，一名士兵正准备出营撒尿，身后却突然闪现出一道身影，还不等他呼救，便直接被抹了脖子。此刻大营内几乎同时遭到了袭击，周围瞬间惨叫连连。此时一名蛮族士兵来到一处帐篷外，他刚掀开帐篷准备进行刺杀任务，黑暗中一只大手忽然出现，男人瞬间就被掐住咽喉。来人正是7大魔王其中一的僵尸梁成。帐篷外的2人立马察觉出不对劲，正欲支援，但一抹刀光划过，2人瞬间就被薛三给抹了脖子。营帐内，郑凡缓缓走了出来，这时一道箭矢射向夜空，发出刺耳的呼啸声。埋伏在远处的蛮族铁骑正奔腾而来，杀一个不留。顿时整个营地哀嚎不断，尸横遍野。薛三示意主上，要不咱们先撤吧，这儿实在太危险了。可郑凡却表示，听说蛮族的人头可以换赏钱和军功是吧？薛三顿时明白过来，到底是主上啊，心可真黑。这时一名蛮族士兵发现躲藏在此处的几人，随后立即驱动战马袭来。梁成见状，瞬间闪身到郑凡身前护主。身形敏捷的薛三一个箭步上前，嘴角带着一丝狞笑，刀光就从那人眼前闪过。蛮族士兵不可思议地捂住脖子，无力倒在了马背上。更恐怖的是，梁成目光泛红，随后竟幻化出一双由煞气汇聚成的巨手，以雷霆之势砸在了战马头上，连人带马瞬间被掀翻在地。梁成立马上前将其按倒，然后转头示意郑凡：“主上。”郑凡心领神会，举起手中40米的大刀，一刀劈下，刀光入体，顿时血光飞溅。郑凡舔了舔渗进嘴角的鲜血，那股微甜的滋味让他彻底兴奋起来。待他反应过来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双手：“我这是杀人了吗？但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呀。”随后他又捡起地上的长刀，心想狼是不会让一只羊来当首领的，自己必须变得比狼更像狼，才能统领这些魔王。这时营地外围又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原来是埋伏在外的燕国骑兵赶到了。随着大片燕国骑兵涌入营地，双方人马交战顿时进入白热化。梁成看向焦灼的战场，拿强行征来的新兵当诱饵，主力部队又埋伏起来，这将军还真是心狠手辣呀。突然2人瞬间神色一凝，一道利剑呼啸着破空而来，
主上小心！郑凡立马被薛三扑倒在地，才堪堪躲过这一剑。三人抬头，只见远处出现一名蛮族大汉，此人更加威武雄壮，手提大刀以迅雷之势冲了过来。梁成立马捡起长刀上前迎战，双方武器相交，发出一阵金石碰撞之声，能量涌现，两人周围瞬间产生强大的气流。郑凡大惊失色，这绝对不是普通士兵，又是一个会发光的货。梁成盯着手中的断刀，震惊不已。此时蛮族大汉一脸阴笑着说：“你刀都断了。”随后爆射向前，看你还怎么挡！一刀劈下，梁成一个侧身躲过攻击，冰冷地说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怎么会用刀。”紧接着，一只鬼手带着锋利的指甲刺出，噗的一声，蛮族大汉胸口炸出一朵血花，胸膛被瞬间洞穿。被称为远古僵尸始祖的梁成到底有多强？在未恢复其全盛时期前，便能凝聚煞气为食物，一双利爪更是带有恐怖的尸毒。就在刚刚，他仅仅一击就把蛮族大汉的腰子嘎掉。此时，一支利剑爆射而来，击中了他的手臂。肉身强横的蛮族大汉抓住空档，将其踢飞。而远处放冷箭之人提醒大汉，此人有问题。刚才那一剑哪怕身着铠甲也能轻易洞穿，但却只有箭头射进手臂里。此时，薛三形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，你还是小心你自己吧。下一秒，两把匕首猛地插入蛮族弓手后背，用力向下一拉，他的身体便被一分为二。蛮族大汉见状陷入狂暴状态，抓住一旁的梁成，举起手中巨刃就要将其分尸。紧要关头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只见郑凡飞身上前，提刀就向大汉脑袋上砍去。情急之下，他丢飞梁成，转身一刀横斩向郑凡。但在他运完气后，一大口鲜血喷出，瞬间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是中毒了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梁成的指甲内竟隐藏着可怕的尸毒。这时郑凡的大刀已经落在了他脑袋上，砰的一声，大汉应声倒地，尸首分离。郑凡扶着长刀，显然已经脱力。这时梁成上前对郑凡伸出了手，他看着眼前的主上，不由得想起了瞎子的话：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作为普通人的主上，但千万别忘了是他将我们创作出来的。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来自于他，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假以时日，他定能成长为足以带领我们且真正值得我们追随的首领。这时缓过来的郑凡看到燕军已控制住局面，便让两人清点战利品。薛三此刻惊呼道：主上，这里抓到了一条大鱼，这个老家伙抓活的功劳会更大吧？但郑凡却阴沉着脸回应：刚刚他全都看到了，卡了吧？老头此刻已吓得屁滚尿流，颤颤巍巍指着郑凡说：魔鬼，嘿嘿，你答对了。这时燕军一个小队正在清点战场，为首之人发现郑凡几人后，立即质问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当他看清郑凡手中所提之物后，立马一声惊呼：那老头可是个大人物啊！这三个平民运气如此之好，竟然拿到这等功勋，但可惜了。随后便吩咐手下上前，准备干掉几人抢夺功劳。薛三清则道：这群人真不要脸，还想黑吃黑。就在队长以为阴谋得逞之际，一道锋利的剑光袭来，那小队队长竟直接被拦腰斩断，随后无力掉落下马。紧接着一声兽吼传来，来人正是燕军镇北侯的郡主李倩。就你，洗干净后到我船上，哦不，军帐中来。此刻郑凡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郡主的营帐外，殊不知自己属下薛三此刻正在编排他。你说咱主上会不会和那个郡主发生点什么？僵尸梁成却一脸不屑，表示那个女人根本配不上主上。薛三撇了撇嘴，我说你现在已经舔得这么不要脸了吗？哼哼，有我们在主上能娶到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女人，你难道没发现主上也在进步吗？薛三立即反应过来，你是说我们的实力恢复程度关键还在主上？梁成分析说，主上没苏醒前我们都还是普通人，但现在不光我们在逐渐恢复实力，就连主上身体素质也在变强，进步的可不仅是我们。薛三闻言一惊，糟糕，那如果主上失了身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此刻的郑凡已经大步踏入营帐内，随后单膝跪地拜见将军。将军抬眼偷偷瞄了一眼郑凡，然后脸颊泛起一丝红晕。你这次立下汗马功劳，给你2种赏赐：一是进我的亲兵营，成为我李家家丁；二是虎头城的护上校尉。随后话锋一转，算了，你还是随我回李家吧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还未等他把话说完，郑凡直接选择了第二条。将军闻言目光一凝，你是看不起我李家吗？郑凡表面回应虎头城是他家，舍不得离开，实则心里想的是我脑子有病，跑你那去当家丁，到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况且我手下的7大魔王可不是吃素的。与此同时，一座府邸内，阿明浑身插满刀刃，猎狗帮一灭，下一个就是三神会。话说主上还没回来，你就擅自做主吗？瞎子北轻声说道：主上迟早会回来，咱们只是提前做好准备罢了。阿明不慌不忙，一件件拔出插在身上的武器。那城外的车帮怎么处理？我记得他们也在我们名单里啊。瞎子淡然一笑，不用担心，那个交给四娘了，算算时间应该也快了。此时客栈内，车帮的帮主正被无数根丝线缠绕吊在空中。妖女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而对面坐的正是魔王峰四娘。四娘玩味地说：老娘的豆腐是那么好吃的吗？说罢提起手中酒壶，拉出一根水柱倒进嘴里，神情妩媚地想着，也不知主上仗打完了没有。而此时郑凡几人正在回城的途中，薛三一副惋惜的模样说：也不知道阿丽吃饱了没，他饭量大，估计在外很难吃饱吧。郑凡一阵无语，你们每天都要带樊丽舔我一波，也是辛苦了。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两人立即起身护住郑凡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只见一群蛮族打扮的人迎面而来，为首的女人轻声说：起风了，我们需要借个地儿避避。于是两方人间隔数米席地而坐。忽然女人起身向郑凡他们走来，她拿出酒晃了晃，示意给郑凡他们喝。郑凡立即婉拒说：染了风寒，喝不了酒。
心里想的却是谁知道你酒里有没有下毒。他拿起酒袋自顾自喝了起来。本座是蛮族首席蛮师阿一，这俩孩子是沙拓部首领的后人，本座从王庭出发，一路疾驰才将他们救下。没想到你们镇北侯的人竟能劫杀到这儿。就在刚刚，蛮族首席蛮师遇到正凡一行人，误将其认为是追杀的杀手。只见这女人双手结印蛮咒起尸，下一秒她身边两个随从便口吐白沫倒地不起，紧接着又站了起来，周身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死气。不多时，两人生机泯灭，完全石化。正凡几人早已严阵以待，就知道这婆娘有问题。这时正凡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点了点梁成，他们这样也算半个僵尸吧？你家亲戚不打个招呼吗？随后他直接扯下面罩，露出满嘴的獠牙，对着两名刚刚石化的小兵发出一阵怒吼。只见两名蛮师受到音波影响，立即停止行动。这时女人发现自己已完全丢失了对他们的控制，随后她双指往额头一点，我倒要看看这人什么来头。蛮咒之眼开，只见他瞳孔散发出幽绿的光芒，随即一股狂暴的气息将他笼罩，眼前的男人竟如洪荒猛兽般恐怖。那俩巨蛮师突然转头向女人看去，临阵倒戈，气势汹汹朝他袭来。女人深知自己绝不可能是对手，抱起两个孩童正欲逃跑，但此时薛三已悄无声息近身，举起匕首就向他头顶狠狠扎下。紧要关头，女人爆发出潜能，身后袍子呼啸着将薛三震飞。臭婆娘，有种别跑！待薛三落地时，女人已逃出数十米开外，而在她身前，郑凡早已在此等待多时。但郑凡只是装样子断他退路，却没想到这女人还真往他这儿跑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随即横刀向女人斩去。可没想到这女人竟如此毒辣，将怀中小女孩朝他刀口送去。看着小女孩，郑凡终是心软了，立马反转刀身，轻轻拍在了小女孩身上，将她送了出去。但此时女人却趁机握住刀身，将开刃的一方朝郑凡脖子上抹去。下一秒，女人愣住了，不管她用多大的劲，那刀刃竟然纹丝不动。这个男人的握力竟如此强悍，看着后方来势汹汹的蛮师，他不敢停留，纵身一跃从郑凡头顶掠去。但此刻薛三已再次降临在他头顶，手中匕首发出阵阵寒光，这一次匕首狠狠插进他后背。紧要关头，他回身一脚踢中薛三，忍住剧痛，借势往远方逃遁而去。薛三起身正欲上前追赶，梁成却喊住他别追了，自己控制两名活尸已是极限，无力再战。如果你再追出去，谁来保护主上？而在不远处的戈壁滩中，女人因伤势过重无力瘫倒在地。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：“蛮师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看清后，原来是伪装成商队的蛮族之人，眼见是自己人，女人瞬间有了底气，马上给我召集人马去干掉那边镇北侯的爪牙。众人听令，立马下去安排，但却有个傻大个一动不动盯着自己。殊不知男人看的是他后背上插着的那把匕首。你看什么看？好看吗？还不赶紧滚！好看！下一秒，男人提起巨斧，此人正是七魔王之一的樊利。他虽表面看起来憨厚老实，但实则心思缜密，更是个砍人如切瓜的混世魔王。当他看清女人身后背负的匕首时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提起巨斧就将其给砍了。事后与郑凡一行人会合，他告诉众人是自己认出薛三磨了半年之久的匕首。郑凡心想，那女人还真够倒霉的，这都能被樊利遇上。随后樊利又掏出类似于野草的东西，说自己能恢复力量，全靠这几天吃的这玩意儿。薛三一脸无语，要不是老子这几天不留余力帮你填主上，你恢复个灯儿，真是憨人有憨福。正午时，众人赶回了客栈，可里面却空无一人，连物品都被洗劫一空。他们还以为出事情了，都紧张起来。这时从门口跑出个小老头，是老板回来了吗？他告诉郑凡，原来是瞎子和四娘前2天盘了间新宅子，让自己在此等候老板回归。此时一座气势恢宏的府邸内，瞎子几人正在开会，收服的猎狗帮倒卖人口，顾及主上态度，停了也就算了，但那个三神会能提供不少香火钱，为什么也直接拆了？瞎子淡然一笑，主上是个文化人，肯定不愿去碰宗教方面的问题。这时四娘拆穿说，瞎子之前的漫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腰斩的，况且我们都是穿越者，随便搞点香水肥皂岂不是更赚钱？话刚落音，便传来了郑凡几人回归的消息。待午饭过后，刚洗浴完的郑凡走了进来，都吃好了吧？那就开始谈正事了。这时薛三添油加醋将几人一路的经历讲了一遍，众人听后对着郑凡又是一阵猛舔。郑凡心想，按这种舔法，难怪古代昏君能闹出笑话。这时瞎子上前，早先属下就想在城外面秘密组建一支队伍，没想到主上已获得朝廷官职，这下都顺理成章了。早在进门前，郑凡就已经自我催眠，要像某皇帝一样 hold 住全场，但应该被这个会精神探测的瞎子看穿了，后续规划发展都交给你了。这时梁成补充说，还有虎头城给主上的300骑编制，可不能浪费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的重心。这支部队名义上属于燕国，但实际必须忠于主上。薛三和樊利把之前的帮派进行整合，四娘将你新招那些小娘子训练起来，挑几个根骨好的进行特训。梁成，你趁主上还未去衙门报道这段时间，陪主上多练练，让主上指点下你功夫。说完，瞎子恭敬道，还请主上辅正。郑凡一脸无语，你说的很好，心里想的却是跟这群人待久了，自己脸皮也厚了。等等，这时阿明一脸不悦说，那我干嘛呢？瞎子嘿嘿一笑，你任务最重要，所以呢，要我做什么？目前组织缺钱，你就去把肥皂捡起来吧。一大早院子内就传来激烈的战斗声，郑凡经过与梁成3天对练，体力已有显著提升，为了奖励他，便邀请和自己一起去泡澡。梁成却婉拒，表示自己不喜欢热水。好吧，那我去找四娘了。待郑凡离开后，一阵对话声传来，只见阿明和四娘迎面走来，先把香皂推出来赚一波钱再说，之后再开发其他的。
四娘并不赞同，表示要做就做高端的，那样才能提升收入。说完便转头看向院中，刚刚还在梁成身边的郑凡此时已不见踪影。四娘顿时大惊失色，边跑边喊道：“都怪你，害得我都忘记给主上做按摩了。主上，奴家来了。”阿明一脸无语的愣在原地，随后转头问梁成：“你的煞气提升了吗？”梁成表示并没有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我们身上，看来单靠我们自身苦修应该是行不通了，得想想其他办法。本来正在对话的两人突然一块肥皂掉落在地上，话锋急转，两人瞬间陷入沉默。阿明清了清嗓：“这是我刚研发的香皂，你捡起来试试吧。”但好巧不巧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瞎子北撞见。你俩真是好兄弟啊！阿明抬头问：“有事吗？晚上到凉亭开个会吧，我有事和大家讲。”好吧，我说完了，你们可以继续了。瞎子北临走时丢下一句：“还好我瞎了，刚才什么都没看到。”留下两人怔怔定在原地。夜里，凉亭内七魔王齐聚。瞎子北率先开口：“梁成，你先说说主上这几天修炼情况吧。主上以前没有搏杀经验，且无任何技巧可言，反应灵敏度也不够，但是主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。”薛三回想起主上和那个女人的战斗，他的力量已远超经常练武的成年男性了。所以我一直有个疑问，我们的力量和主上有着什么关系？坚持舔是不能动摇的。但我们虽然恢复了一点实力，可目前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再前进一丝。我猜测我们恢复程度很可能和主上自身实力有关。梁成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就是类似网游里宝宝等级不能超过主人太多，对吧？那难道主上实力不提升，我们就得一直被他压制吗？”瞎子斩钉截铁道：“没错，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樊篱脑中。那如果把主上给砍了呢？是不是限制就解除了？”顿时众人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当时梁成率先打破沉默：“当初我们还是普通人时就对人家承诺过，那时我们还愿意守护他。可如今我们恢复了部分实力，开始变得贪得无厌。我为自己感到羞愧，但也知道我没资格左右其他人的想法。”大家喝了这杯酒，刚才樊篱的话，还有此时大家心里的其他想法，全都忘了吧。说罢，其余魔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表示赞同梁成。这时瞎子北才开口说：“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如果玩家账号注销，那他的宝宝也会不复存在。所以目前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提升主上实力，我们才有进一步恢复的可能。那目前当务之急就是给主上找个师傅咯。”这时吸血鬼阿明一脸不爽：“特么死瞎子不早说，害得气氛这么紧张。哈哈，我也没想到樊篱这个憨憨会说出这种话呀。”樊篱呆萌说道：“那怪我咯。”第二天几人一同来到一处峡谷内。瞎子，你确定你说的老师会经过这儿吗？薛三一脸疑惑，明明昨天才定好，今天就找到了目标，这都是你提前安排好了的吧？瞎子没做多解释，只回应说：“我打探到消息，今天有个朝廷要犯押送途经此地，对方是早就入品的武者，给主上当老师正合适。”说罢，他不顾其他人的提问，突然起身：“哎呀，昨晚才商定好为主上择一良师，今天目标就出现了，这代表了什么？这就是天意啊！主上乃是天选之人，我们能跟随主上是我们毕生的荣耀啊！”瞎子的举动直接把三人搞懵了，主上又不在，你舔给谁看呢？这时一阵马蹄声疾驰而来，我丢！瞎子，你用精神探测作弊。赶来后的郑凡不明所以，你们就这么着急给我请老师吗？薛三刚想说话就被瞎子摁下。主上，我们的势力已经铺开，肯定会有多方人马窥探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加速提升实力。郑凡听后也觉得在理，那行吧。瞎子深知绝不能让主上知道自己能压制我们实力，否则他肯定也会想到樊篱昨天所说的话，到时候大家的关系可就危险了。随后又对众人说，既然主上已经同意，那大家都做好准备吧。没过多久，盯梢回来的薛三禀报，除我们之外还有另一拨人盯着目标，看来可能会出点波折呀。现在请个家教这么难吗？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咱们做黄雀岂不是更爽吗？很快时间来到夜里，另一方人终于按耐不住，无数刺客朝目标袭去。此时囚车里人开口说道：“王离，你赶紧带着手下离开，他们是北风刘家的人，我知道了他们通敌的事，今日我必死。”此时校尉听后并未回话，但下一秒他还是抽出长刀，朝着刺客迎了过去。“王离，你给老子回来！你媳妇才刚刚怀孕啊！”原来此人正是前虎头城校尉丁豪，明明你能活，何必呢？而就在这时，一阵诡异的乐曲响起，刺客当场丧失行动。只见瞎子悠然拉着二胡，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男人是个瞎子，却精通各种音律，仅凭手中二胡奏出一曲十面埋伏，就将身前刺客悉数斩杀。其余刺客眼见情况不妙，都对他群起而攻。这时四娘手中弹出丝线，两名刺客瞬间毙命。其余魔王纷纷用出绝技，将士良城的开膛手。吸血鬼阿明通过撕咬将狂犬病毒注入其体内，诸如薛三更是贴心的给对手做了一套头部按摩。砍柴人樊篱则是充当老六，趁乱将囚犯劫走跑路。良城阿明薛三断后，四娘开路，咱们冲出去。而此时朝廷押送官兵几乎已被屠戮殆尽，巡城校尉王立也身受重伤，没了战力。另一名刺客发现瞎子后，立马朝他袭来。瞎子轻蔑一笑，手中二胡不紧不慢奏出一曲《姬你太美》。刺客怒目圆瞪，瞬间爆体而亡，化成血雾飘散在空中。此时被樊篱扛在肩头的丁豪一阵诧异，半部九品的刺客竟如此轻松就被斩杀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阿力，赶紧撤！瞎子一声令下，樊篱双腿爆发出惊人冲击，瞬间疾驰而去。就在瞎子临走之际，校尉王立深知自己必死，于是恳求瞎子能否捎句话带给家中法器。瞎子思索片刻，汝妻儿无养之，勿念。与此同时，郑凡正在峡谷口等候。
见这么久都没动静，他不免有些担心。这时远处烟雾弥漫，发出一阵轰鸣声，原来是樊丽扛着目标爆射而来。郑凡立即上马，对樊丽喊道：“阿丽，把人扔过来放马上。”但樊丽仿佛没听到一般，怪叫着从郑凡身旁窜出，瞬间人就没影了。阿丽，等一下，你这憨货！不多时，城中庭院内，众人都已纷纷赶了回来。瞎子上前禀报：“主上，我们甩开敌人花了点时间，但所幸任务已完成，恭喜主上喜提老师。”郑凡长舒一口气，还好有惊无险。可这时薛三插嘴说道：“主上，应该是阿丽回城太急，这人好像被颠死了。”郑凡一脸无语：“你跟我搁这儿搞笑呢？”第二天清晨，经过瞎子一晚的治疗，丁豪还是未见醒来。郑凡十分无奈，没想到忙活一晚就回来的人，竟被樊丽那货颠死了。这时瞎子北开口道：“主上，属下其实是个心理医生，这人脉搏气息全无，估计没戏了，干脆把他埋了吧。刚好咱们后院里还种着花，不如将它切碎做成肥料，也算昨晚我们没白忙。”郑凡回应：“行吧。”心里想，难道是自己不够变态，才和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吗？但此时刚刚还一副死样的丁豪却奇迹般醒了过来。主上，既然老师已醒，接下来就交给属下和他交涉吧。你们好好谈，尽量别动粗。不久后，瞎子北对丁豪说道：“你这龟息功不错，咱们谈谈吧。以后你就指导主上练武，我们护你周全是没问题的。”丁豪一脸不屑：“我同意你们了吗？”两人瞬间面色一寒，奴家可是最喜欢硬骨头了呢，不知动刑后嘴是不是还那么硬？这时瞎子北将四娘拦下，这毕竟是主上的老师，咱们得以德服人。不过我突然想起前2天巡城校尉王丽的夫人欠了我1文挂钱，劳驾四娘你去把她全家都杀了吧。丁豪闻言一惊，王丽本就因他而死，如今还要连累其妻小，我教。无奈之下，他不得不妥协。醉卧美人膝，行掌天下权，这句话来形容这个男人一点不过分。不仅属下贴心的给他找了个师傅，吸血鬼阿明甚至还做起了人体模特。此时丁豪目瞪口呆：“北先生，咱们可以将功法线路画图上的，没关系，画图不够立体，活人做标本主上才能更快入门。”眼看四娘已行真画到头上，阿明不禁提醒道：“小心点，脑子坏了我会死的。”放心了，我心里有数，你闭眼一会儿就好了。很快，功法线路图已完全刻在了阿明身上。丁豪开口说：“按此线路图运行气血1周天后，达到周身发光，便是摸到了武者门槛了。”此时瞎子对阿明说：“你运气跟着线路走一圈试试看。”阿明耿直表示：“我是吸血鬼，气血是什么意思？我并不理解。”瞎子满口胡诌：“你空闲走一圈，如果走得够快，带起了风，那便是气了。”死瞎子，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！丁豪冷汗直流，担心瞎子他们玩出人命，于是开口表示欲速不达，得一点一点。他话还未说完，只见阿明周身爆发出一股红色气流，这就半部九品了。丁豪一脸不可置信，当初自己可是花费10年才成功的呀。一旁四娘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也是满脸期待。随后一股粉色气浪迸发而出，不错，是我喜欢的颜色。此时阿明嘲讽说：“这可跟你的年纪不配哦。”四娘立即反击：“那也比你的姨妈红好看。先别穿衣，我也来试试。”阿明一脸无语：“我穿不穿衣在你眼里有区别吗？”瞎子解释说：“生活需要仪式感。”随后手指轻抚阿明的腹肌，下一秒一股蓝色气浪喷出，这也不难嘛。这时梁成他们3人也闻讯赶来，瞎子便让他们也试试新的功法。只见梁成的颜色是基佬紫，薛三是大自然的颜色，而樊丽一声怒吼，周身爆发出土黄色的光芒。按照目前情况，我们都只能卡在半部九品的位置，虽然这对我们不难，但就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，像是有一层无形的壁障在压制着我们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了，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让主上尽快入品。次日正午，郑凡被拉着练习了一下修炼图，可怎么也无法成功。他心想，老子可不像你们这些变态一样，我就是个纯小白。丁豪看着这个所谓的主上，看来这里一群人中就属他还算正常。这时瞎子开口询问有没有快捷方式，譬如外物刺激等。的确有人使用5石散，利用煞气冲击人体，将气脉搅浑，这样更能感受到气的存在。随后瞎子便安排梁成用煞气刺激一下主上的经脉，梁成表示赞同，他的煞气精纯且容易控制。只见他一指弹出点在郑凡胸口上，但下一秒郑凡双目充血，随后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。哇擦，梁成，你是不是忘记你指甲带尸毒了？随着梁成将一缕精纯的煞气探进其体内，瞬间一股黑色煞气蔓延全身，紧接着郑凡浑身如发扬巅峰一样止不住颤抖。梁成见状急忙收手。阿明表示主上不会染尸毒了吧？郑凡此刻也陷入昏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四娘怒斥梁成怎么不小心点，主上都要被搞成老年痴呆了。梁成也很冤枉，明明自己也没注入多少煞气，而且也控制好了尸毒不会进入主上体内。这时一旁丁豪一眼看穿，这位大人原本体内就有一股极为浓厚的血气，刚才被煞气点燃，所以短暂晕了过去。如此说来，我们主上是个练武的奇才。闻听此话，众人喜笑颜开。还好不是废材刘开局。经过几个时辰的照顾后，郑凡悠悠转醒。主上您醒了，您现在能感觉到那股气了吗？感受到了，强烈且十分粗壮。丁豪闻言面露喜色，普通人第一次只能感知到气若游丝般的气血，眼下大人能有如此强烈的感知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瞎子正欲献上自己的马屁，没想到这时其余众人纷纷鞠躬，恭喜主上天赋异禀，成就大业指日可待。随后一脸坏笑看向瞎子北，差点又让这个老阴逼抢先舔了。郑凡早就习以为常，众卿跪安吧。夜里，瞎子询问薛三，刚才你去找丁豪做了什么？薛三表示自己去询问了下能快速让人进阶的药品和方法。
我警告你别自作聪明，拔苗助长的后果就是主上一辈子卡在原地，顺带着我们也终身不得前进一丝。要是让梁城四娘他们知道你准备给主上嗑药的事，呵呵。薛三立即表示自己只是有备无患而已，又不是真的要找来给主上吃。瞎子停住脚步，最近我们有些操之过急，尤其是今天吃相太难看了，要是让魔丸知道了，我们……薛三询问魔丸不是还没苏醒吗？况且跟他有啥关系？瞎子一声轻笑，你说如果我们还像今天这样紧逼主上，主上是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还是带着醒来的魔丸直接离开？薛三将手中药方撕掉，一脸坏笑说，瞎子我承认你很聪明，但你却一点都不了解魔丸的性格和习性。你知道魔丸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封自己吗？此话怎讲？你说说看。因为我觉得如果魔丸真的苏醒了的话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怕是就要将主上给杀了，然后留下一句话，就你这样的废物也配当我爹。经过一整天的刻苦训练后，在魔王峰四娘的服侍下泡起了温泉。主上是不是我们给您的压力太大了？郑凡表示没有，只是今天被煞气弄得像发烧了一样，不是很舒服。随后便吩咐四娘退下，自己再泡会儿就去睡觉了。四娘心里很清楚，虽然主上只是个普通人，但作为能创作出他们的人，内心肯定是孤独且敏感的。他们这段时间确实对郑凡压迫得过狠了，但郑凡心里想的却是受点罪能提升实力也是值得的，毕竟一个废物主人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才怪。看着寄生在石头里自己亲笔创作的亲儿子魔丸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出来见我，但如果有你在，我至少还能有点底气吧。郑凡长叹一口气，儿子哎，爸爸想你啊。随后他转身朝屋内走去，这时水中卷起一圈漩涡，石头隐隐发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将要破壳而出。这一丝异样瞬间就被在书房办公的瞎子北捕捉到，好强烈的杀意，这分明就是魔丸所散发出来的。这么强的杀意是对我，还是对他的老父亲？第二天清晨，街道上有很多家都在办丧事，应该是上次征兵的那些普通人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，遗体被送回来了。此刻梁城上前禀报，主上，县令差人来说让您正午到衙门报道。待郑凡从衙门里出来后，他手中多了一套崭新的官服。梁城瞎子赶紧上前，恭喜主上，这下我们也算编制内的人了。主上，我听说这次召集是为了解决战争遗孤的问题。郑凡回应说，今日善堂来了几百名孤儿，他们打算分发给各级校尉，属下觉得咱可以在这上面多做点功夫。既然是上面分摊的话，主上也许只能得到1-2个名额，这太少了。我想把所有孤儿全都拿下，再盖一座孤儿院，从而培养下一代人手，这样才能保证忠诚度。毕竟半路调教肯定不如从头培养的好，而且收买人心的事一开始就得做。郑凡听后也觉得可行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。走吧，咱们回去，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2日后庭院小筑，郑凡周身气息涌动，隐隐有发光之色。师傅，我还有多久才能发光？玉素则不答。不过按现在进度，你最多3天就能半部9品，不出2月就能真正入品。多谢师傅，您早些休息，我明日再来。看着郑凡离去的身影，丁豪强压住心头震惊。不算那6个瞬间9品的变态，这位爷的天赋也着实恐怖啊！与其说是教他，还不如说是来专门打击我的。也不知是哪个名门子弟跑来体验生活的。男人虽贵为7大魔王的统领，但其手下风四娘却时刻缠着他的身子，其余魔王更是为他创造机会。主上，下午我和薛三会护送香水、肥皂去涂满城兜售，阿里3人则要再度前往荒漠，看看能不能搞点蛮族的人手回来。依照他们的脚程外加打探消息，估摸怎么得1个月吧。咱们一下子出去5人，所以从今晚开始四娘会每晚侍寝24小时不离左右。郑凡有些尴尬，这样不好吧？主上您的安危不容有失，况且1个月时间也够您入品了。就在瞎子北关上门离开后，身后传来四娘的声音，你们过分了呀！5个人写了100多封信让我帮你们填主上，凭什么你们出去潇洒，留老娘来守家？瞎子贱兮兮地说，我们走了你不是更好下手了吗？当天夜里，四娘刚给郑凡按摩完就被差遣让其回去休息，这可不行啊，主上，奴家得和您睡一张床才能保证您的安全呢。以前有瞎子在可以充当雷达，但现在他们都不在，奴家又不懂那些，所以郑凡也妥协了。那这样不会太委屈你了？主上，难不成您想让奴家在床边打地铺吗？您就这么看不上四娘吗？郑凡见状也不矫情了，行吧，其实我还挺乐意的。四娘顿时喜笑颜开，主上您喜欢什么颜色的？奴家多换几件让您仔细挑选。说罢便兴匆匆地拿衣服去了。而郑凡深知今晚肯定不简单，也做好了思想准备。这时一旁魔丸寄生的石头发出轻微颤动，紧接着郑凡脑子忽然感觉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地倒在床上不省人事。这时四娘已换好衣服回来，魔丸啊魔丸，过了今晚你可得喊我一声妈妈呢。但突然他感觉到异样，手中衣物瞬间幻化成纸片，飘散在空中满天飞舞。这时前方爆发出一阵气浪，一只巨大的黑爪突然显现向他袭来，紧接着四娘就被狠狠抓在掌心中无法动弹。此刻魔丸所寄生的符石发出滔天魔气，一阵恐怖的音笑声从里面传来。风四娘，你刚才说想让我喊你什么？第二天清晨，第一缕阳光洒在郑凡脸上，他悠悠转醒，揉了揉有些昏沉的脑袋，他也不知道昨晚是怎么睡过去的，但回头一看，四娘竟主动在床边打起了地铺，不是说好的一起睡床吗？这时四娘也睁开慵懒的双眸醒来，主上您醒了，奴家这就伺候你穿衣洗漱。郑凡心里也产生一丝失落，果然她只是习惯性逗弄下男人而已，虽然平时那么胆大，但终究还是个纯情女子呀。在四娘的服侍下，郑凡穿好衣物，对昨晚之事只字不提。殊不知待他走后，四娘一脸懊恼，还以为能趁机把主上给吃了。魔丸啊魔丸，
你对你爹到底是爱还是恨呢？冯唐一老李广难封，后妈更是难当呀。当郑凡来到衙门后，周围都在探讨昨晚发生的大事。昨晚梅家务被人给灭了，城头挂起了镇北军的旗帜。近年来镇北军连续遭到朝廷打压，这是要起大动作了吗？听说领军的好像是一个姓郑的校尉吧？难不成是那位郡主授意的？郑凡听到此话，立即喷出一口水来。众人看见，纷纷将目光抛向他。姓郑，沪商校尉。他当即反应过来，瞎子昨天带队前往屠满城，应该是他们出手的。一名小卒上前询问：“郑校尉，不知您官职称谓是？”鄙人正是镇北军所属驻虎头城沪商校尉郑凡。来人诚惶诚恐说：“郑大哥，你们镇北军此举是何用意？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郑凡只能装下去，随即面色一沉：“我镇北侯府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”突然一声沉闷的拍案声响起。县令大人气愤吼道：“你们镇北侯府好大的胆子，简直目无皇威！梅家务所犯何事，须得灭门。”郑凡嚣张地说：“自然是犯了所犯之事。”这下县令彻底怒了：“这里是虎头城，不是你们镇北侯府。”虽然郑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此时除了装下去还能怎么办？无可奉告。突然县令竟掏出佩刀，直接架在了郑凡的脖子上。这时腰间传来一丝异样的感觉，封印魔丸的符石散发出滔天杀意。郑凡大惊，魔丸竟在此刻苏醒了吗？他能清楚地感知到魔丸此刻正趴在肩头，若刀再往前一撕，他会毫不犹豫将眼前人撕碎。突然县令大人将佩刀往地上一扔，然后又把手搭在郑凡肩上，瞬间转换了另一副面孔。家里还好吗？郑凡当即反应过来，此人肯定是镇北军安插在朝廷的棋子，误以为自己也是卧底。随着县令态度转变，魔丸也逐渐消散。小姐和家里一切都好。闻听此话，县令大人声泪俱下。自从侯爷去了京城被软禁后，家里上下都得靠小姐打点。郑凡当即起了心思，那就将计就计。随后一脸严肃地装起来：“家父郑成功，祖上3代都是李家家丁。”县令立马套起了近乎：“我似乎还和令尊大人喝过酒呢。”待郑凡正欲讲话，县令立即捂住他嘴：“此处人多眼杂，待下次咱们再叙旧。”又拍了拍胸口：“日后有任何大小事都可来找我。若小姐他日起兵，我许文祖定将亲自打开城门，将虎头城献于小姐。”在看完瞎子北寄来的信后，他才知道自己白天的经历到底有多凶险。信中提到梅家务可能会产生威胁，于是便灭了祁满门，还让自己扯镇北军的虎皮来应对问责。要不是虎头城最高长官是镇北军的内应，自己早就人头落地了。主上，修炼这段时间以来，您觉得多久能入品呢？郑凡享受着说只差一个契机，保不齐明天一觉醒来就能突破。就当他正神游太空之际，眼前突然一黑，不知为何物如泰山压顶般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不是吧，四娘，你来真的？我累了，你早点休息去吧。这时四娘却好心提醒道：“魔丸是灵体，将它放院子里吸收日月精气，能恢复快点。”郑凡一副痴呆样：“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”真的主上，反正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一块破石头，也不会出意外的。于是郑凡将符石放在院子外，而就是这个举动将断送他守护一生最珍贵的东西。在两人转身离开后，符石散发出阵阵魔气，下一秒魔丸显现而出。他深知那个女人今晚要对自己便宜老爹做什么，但他此刻却没丝毫办法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没了魔丸的压制，四娘也完全放开了。他在赌魔丸并没有完全苏醒，根本进不了屋。况且老娘看上的男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你老子又不欠你的，还想管他耍朋友？接下来的剧情不好看，就让我替大家看了吧。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，郑凡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，可突然他猛地发现自己周身爆发出金光，我去，这就突破入品了。而就在燕国和西域的商业交汇处屠满城内，一名西域商人正被薛三用匕首架着脖子。本来我们只是想好好谈谈生意，你们却非得让我们换一种方式。这时门外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几名手持利刃的大汉瞬间破门而入，朝瞎子袭去。而瞎子丝毫不慌，甚至还弹起了钢琴，仅凭一首肖邦的夜曲爆发一阵音浪，将几人悉数震飞。现在来谈谈条件吧，我们这里不光香水肥皂，甚至连配方都能给你，你只需要给我们提供一批仿镇北军的装备就行了。这一点我相信你能搞到。西域商人很是不解，你们来了有几日了，为什么隐藏至今才动手？瞎子阴森一笑，因为我们在等充值呀。没想到堂堂统领7大魔王的魔尊，通过昨晚和属下四娘充分相互对武学上探讨之后，今天一早便成功突破进入9品之境。就连自己绑来的师傅丁豪也称赞其突破速度之快。郑凡兴奋问道：“自己这黑色能量是不是很特殊？”其实挺常见的。他震惊的是自己花费10年才进入的境界，郑凡只是睡了1晚就突破了。既然大人已经入品，那我这个老师也当到头了吧？郑凡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你不说我还忘了。四娘，这人没用了，拖下去剁了当肥料吧。此刻丁豪吓得一激灵，好家伙，竟丝毫不顾及授业之恩。随后郑凡脸色一变，开玩笑的，瞧您给吓的。但四娘却是听懂了郑凡的言外之意，老家伙，现在有2条路给你选，一是当肥料，2是做主上的鹰犬。随后又依偎在郑凡怀中撒娇，自己说的对吧？果然漂亮的女人心思都毒辣，选好了吗？丁豪卑微低下头，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除了浪费粮食还能做什么？这你不用担心，做主上的狗自然和其他狗不一样，别家狗腿断了估计就成了狗肉火锅，但作为主上的狗就会帮你把腿给接上。丁豪如遭雷击，我真的还可以恢复吗？随后将轮椅一扔，急忙爬到郑凡面前大喊：“主人！”
我愿意。眼见目的达成，郑凡随即转身：四娘，你帮他恢复好后就安排做事吧。片刻后，四娘将其医治好，赶了回来。郑凡开口问：我记得之前你好像说过暂时没能力帮他恢复。四娘心虚地说：最近才想起来方法，他总不能说是和你待了一晚才恢复实力的吧。说完就扑进郑凡怀里，主上奴家今晚还想练练手，说不定能想起更多技巧呢。这时一名下人禀报说，衙门来人在大厅等候，是来找主上的。待郑凡来到大厅后，发现正是衙门的师爷。郑校尉，后天虎头城有一批生辰纲要送去镇北侯府，老爷想让您前去押送。过几天便是侯府夫人的50大寿，您难道不记得了？侯府对我恩重如山，如何能不记得？不过这件小事让下人通报便可，可须师爷亲自跑一趟。其实还有一件事，县令老爷实际是想混进生辰纲的队伍，等到了镇北侯府，想靠着您的引荐，偷偷和老夫人与郡主见上一面。郑凡闻言大惊，这下完了，岂不是全露馅了？入夜后，郑凡正与四娘商量对策。主上，要不咱们干脆伪装把生辰纲结了吧，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就行了。只能这样了，到时候你易容混进队伍，找个机会把许文祖给杀了，封了他的口，这样才能万无一失。明天我再把一同押送的百夫长叫过来敲打敲打。这个男人作为国产古王，仅仅轻举手中酒杯，手下数位将领纷纷俯首称臣，马首是瞻。郑凡通过对手下百夫长一阵威逼利诱，如今这些人已完全相信自己和镇北侯府的关系。此时林屋传来叫骂声，他知道这是自己立威的时候到了，一脚踢开大门，只见一名官员正欲对身下女子行苟且之事。此人正是虎头城主簿陈良。看着闯进来的郑凡十分惊愕，随后指着对方破口大骂：狗东西，知道本官是谁吗？而身后通过易容的丁豪认出该女子小翠，她正是为丁豪而死的王丽之妻。郑凡回头看向丁豪，霸王硬上弓，你不生气怎么不动手？他是官，属下害怕对主上您不利。郑凡大声吼道：那你是我什么人？丁豪一怔，仆人，不，你是我的狗，我的狗没必要忍气吞声，把人咬死了我负责。丁豪瞬间明白过来，目光坚毅朝对方走去。此时陈良还不知自己已大难临头，还指着丁豪口嗨，下一秒他的手指直接被掰断，疼得他立即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，紧接着又结结实实吃了丁豪一飞脚，整个人倒飞出去。这时郑凡俯下身询问小翠事情经过，但当他侧目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个时代的女性什么时候研发出内衣了？此刻郑凡全明白了，瞎子经常说是从虎头城校尉夫人家中送符水打探的消息，原来就是从他身上打探到的吧？所谓送符水，应该就是送腹水，死瞎子东西挺多呀。丁豪，把他提过来。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陈良，郑凡深知此人留不得，且这件事一定得做绝。其他人马上给我调动人马，快去！身后一名百夫长不解问为何调兵。郑凡阴森一笑，动了我兄弟的女人，当然得灭门了。转眼间，大街上郑凡骑着高头大马首当其冲，身后更是黑压压一片士兵。他们都知道这陈家平日里欺压百姓，作威作福，如今有郑校尉带头，他们自然同仇敌忾。而瞎子经常对郑凡灌输一些保持高调做事的思想，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，且没人敢来轻易惹自己。如果凡事都心虚的话，麻烦会接连不断。转眼间，一群人已来到陈府门口。郑凡此时抬起右手，正当他发号施令准备动手时，人群中县令大人许文祖身骑异兽赶来了。私自调兵可是大罪，你随我来，本官要问你为何此般行事。转眼间，他们便来到不远处一间茶楼。进门时，2名许文祖亲兵呵斥道：郑校尉，还请卸下佩刀。郑凡一声冷哼，随后周身爆发出一股强烈气劲。2名亲卫瞬间错愕，如此年轻就步入9品之境，此人背景之深绝对惹不起。随后郑凡大步流星进入屋内，今天这事应该会给许文祖带来很大麻烦吧？毕竟在他眼皮下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他不可能视若无睹。可随着房门关上，许文祖就将手搭在郑凡肩上：这事你做得很好，如今局势不利，侯爷已在京城被禁足，我们确实得提前做好准备了。用陈家来激发将士们同仇敌忾之心，无意中就收买了军心，日后起兵造反也能事半功倍啊！这事你放心大胆去做，正好明日你负责押送生辰纲出城，这期间我来替你摆平问责，咱们明日再会。此时屋外便传来一阵叫骂声：郑凡，你纵兵行凶，无法无天，本官这就去参你一本，我倒要看看这虎头城到底还算不算大燕的天下。这时师爷走上前来：郑校尉，老爷体虚，还望路上多多照顾呀。随后话锋一转，对身后人说：杀！瞬间一群官兵疯狂涌入陈府内，看着宛如废墟般的陈府，郑凡心中感触良多。自己本是来自现代社会的三好青年，如今穿越到这个人吃人、强者为尊的世界，他心里不禁产生极大的落差感。庆幸的是，还好周围有着一群对自己忠心不二的伙伴。咱们回去吧，四娘，明天就要出发了。第二天押送生辰纲的扎营队伍中，郑凡看着盖着巨大幕布的马车，这就是许文祖献给侯府夫人的礼物。丁豪回应道：是的，主人，里面是一头真兽红狼。掀开帘布，许文祖正悠然吃着烧鸡，而在他身后正关押着一头浑身散发红光的巨狼。郑凡换上笑容走了进去，许文祖见郑凡进来也没停下手中的烧鸡，俩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殊不知郑凡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弄死这个死胖子。突然帘布被拉开，一名邋里邋遢但身材却十分健硕的大汉钻了进来，自顾自地抠起了脚，许文祖还递给了他一个鸡腿。妈蛋，这死胖子果然随身带着护卫，这下棘手了。一整只烧鸡吃完后，大汉一句话也不说离开了马车。这时郑凡开口问道：
大人，您要是没吃饱，我再叫一份饭食过来吧。刚才那位先生只吃了个鸡腿，可吃不饱呢。许文祖惊讶地问：“刚才那人不是你的人吗？”顿时两人亚麻呆住了，这才反应过来那人是混进队伍的。在郑凡下令搜索2小时后，依然未发现男人的身影。但此刻当他抬眼一看，那名神秘男子竟架着篝火淡定吃起了火锅，而一旁伪装成小兵的四娘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郑凡立马看出端倪。四娘没有先动手，反而是摆出了防守姿态，说明神秘男子比四娘更强。于是郑凡大方坐在了他身旁，并吩咐四娘去把战碟拿来，心想先看看对方是什么态度，大不了明年瞎子他们给我坟头上香而已，怕鸡毛。随后郑凡将调好的蘸料递给对方，并让四娘将自己珍藏的好酒拿过来。这时郑凡打开话匣：“老哥，我那还有不少好东西，这趟结束您跟我回去吧，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”邋遢男微微一笑：“真的什么都答应我吗？”紧接着他手指向郑凡身后的四娘：“他很不错，那您就拔刀吧。四娘对我来说可是非卖品，为了保命出卖自己的女人，这是他郑凡干不出来。”然而男子又是一指，他也很不错，虽然指向的是郑凡，但此刻他身上的魔丸却有了反应，竟能一眼看穿魔王峰四娘的伪装，甚至还识破了寄生在符石内的魔丸。他如何能想到这个世界居然有这等强者能看穿他的身份？于是当即附身于郑凡，准备将邋遢男灭口。只见男人一脸冷漠地看着对方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蛮神在上！”破！一股强大的灵气喷涌而出，短短一瞬就将两人震飞。郑凡体内的魔丸更是被镇压回去。出灵这一世界从未遇到过此等强者，而且对方还是蛮族人，7品、6品，甚至还可能会更强。只见那人扣着牙缝说道：“你的饭菜很新颖也好吃，你的心思我也懂。要是以前我可能就答应了，可惜我时日无多。你原本也不错，但和你身旁的女人还有体内的玩意儿比起来就差远了。这一路就劳烦你们做饭吧。作为报酬，我可以不杀你，而且我兴许还能在死之前帮你把马车里的胖子杀了。”郑凡闻言大惊：“不，您误会了。他是我的长辈。”男人也不多说，在马车上我可是分明察觉到你对他的杀意哦。算了，今晚给我安排个帐篷吧。此人实在太恐怖了。郑凡恭敬回应说：“没问题，可否告知晚辈名讳？如不方便就当晚辈没问。”“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我叫确实，沙拓确实。年轻人你叫什么？”郑凡又是一惊，沙拓族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。于是忽悠说自己叫樊丽，毕竟自己可是连杀2位沙拓的大人物才上位的，但军营上下都叫自己郑校尉，不知能瞒多久。而且那家伙混进队伍的目的肯定不是骗吃骗喝，这特么怎么感觉比押送核弹还刺激啊？转眼已到第2天黄昏，郑凡再次来到马车前寻找下手的机会。“大人，咱们明日下午便能到达，还需您再委屈一阵子。”此时郑凡突然注意到，这死胖子怎么伙食这么好？昨晚是烧鸡，今晚又是烤鹿肉，而且都是新鲜冒着热气的，说明这队伍里还有他的人，且能轻易调配补给，地位肯定也不低。明日就要到镇北侯府了，再不抓紧时间下手，可能就没机会了。这时身后传来沙拓确实的声音：“想杀人就杀呗。”这一举动瞬间激发了魔丸的戒备，体内魔气直接溢了出来。谁知确实只是简单拍住郑凡的肩膀，他体内的魔气就被瞬间压制了下去。“前辈，那样不方便，就这么杀了怕是有麻烦。”看着确实已收拾好行李，“您是准备离开了吗？那我送送你。”营帐附近，蛮人祭祀有3：一敬蛮神，2敬图腾，3敬黄沙。沙拓确实一副虔诚的样子，对着烛光祭拜。郑凡想了想，自己也拜拜吧，保佑自己能顺利脱身。眼见郑凡跪了下来：“你这小子磕什么头呢？”“前辈，咱们那习俗是不管什么神佛都磕个头，反正又不亏什么。”“确实不亏。”说罢他直接抄起祭台上的贡品就准备开干。郑凡有些意外，这都还没供奉完就开吃，岂不是对其不敬？确实却说道：“他不会介意的，因为我祭拜的是我自己。”这时一辆马车引起了郑凡的注意，只见那辆马车竟纹有龙形图案，其豪华程度也非其他马车可比，想必那应该是燕国皇家的人吧？兴许是哪位皇子被派遣来驻守。没想到双方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皇室还派人来，看来皇帝是真心忌惮镇北侯啊。当晚队伍便在侯府外安营扎寨，帐篷内郑凡陪着沙拓确实吃最后一顿饭，俩人都一声不吭，却又默契地举起酒杯。四娘一脸防备看着确实，如今已到目的地，这人到底有何意图？确实喝着酒感叹说：“可惜以前没喝过这么好的酒，再喝可真就舍不得死了。”郑凡回应道：“那就边喝边死吧。”小兄弟说的有理。哎，这时一名百夫长上前禀报，属下收到通知，预计入夜后才轮到审验我们的生辰纲。随后话锋一转：“校尉，县令那边可等着您的安排呢。”这时郑凡和四娘都笑了，原来你就是许文祖的人啊！下一秒他身上闪过几道丝线，紧接着整个人的躯体支离破碎，散落一地。此刻确实将一块碎肉扔进嘴里，随后起身：“我吃饱了，该上路了。”就在他即将离开时，郑凡喊住了他：“把酒带上，路上也好有个伴。”确实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再问一遍，你叫什么？”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郑凡立。”出营后确实来到许文祖藏身的马车旁，只见他一把抓住马车的车沿，轻描淡写就给提了起来。马儿也发出恐惧的嘶鸣声，但他目光坚毅，眼里直勾勾盯着镇北侯府处。突然他猛地发力，举着马车朝山脚下奔去。这时镇北侯府内冲出无数金甲铁骑，他们个个手提大刀，散发出一股肃杀之意。
速度奇快，眼见就要将雀石给围住。这时他一声大喝，前蛮族王庭麾下左古离王沙拓确实前来贺寿。说罢就将手中马车猛地朝远方掷去，只见马车在镇北侯府牌匾上应声而碎。此时侯府内传来一道声音：老夫人说多谢左古离王好意，不如进府喝一杯如何？酒我自己带了，且已经辞去左古离王之职，今日一切都与王庭无关，还请郡主出来见上一面。老夫人说郡主年幼顽劣，左古离王乃蛮族英豪长辈，切莫与晚辈一般见识。沙拓确实闻听此话不禁大笑，郡主年幼顽劣，那为何残杀我沙拓部5000妇孺老弱？他们何其无辜！今日我以沙拓移民来此，特意向郡主讨个公道。看着前赴后继的镇北铁骑，沙拓却实义无反顾冲了过去，而他要的仅仅只是一个公道而已。多年来蛮族与大雁水火不容，常有战事，虽说战场上凭实力说话这一点他很清楚，但镇北军以战争为由屠杀他沙拓部5000老弱妇孺，无意生还。于是他卸下左古离王之职，以沙拓移民的身份硬是要前来讨个说法。这时侯府内传来声音，老夫人说左古离王这般英雄豪杰，若今日折损在此，实乃王庭一大损失。如今蛮族示威，还望阁下三思。然而沙拓确实一把夺过身前骑兵的枪刃，调转枪头对准侯府，还请郡主出来一见。眼见劝不动此人，侯府内又传来声音：镇北军朱蛮！顿时无数铁骑朝着他冲锋而去。确实看着散落一地的酒壶，感叹道：真是好酒啊，可惜没能早点喝到，要是能早些喝上这酒，说不定我就不跑这一趟了，大不了整日买醉消愁。说罢，他摆好架势迎接镇北军的冲锋，而他仅凭一己之身独撼3000铁骑，这一战必将名震天下。在不远处的山上，一队人马在此观战。张公公，那蛮贼已破8个军阵，为了殿下的安全，要不通报侯府，先让殿下入府吧？急什么？他镇北侯府若是连个蛮人都收拾不了，如何能让陛下头疼呢？可是公公，毕竟刀枪无眼，若是那蛮贼将战况引到我们这儿……这时一道声音从马车内传来，将他打断。那姑也不能先入府，毕竟是我们提出排队等待审验的。若此时向侯府请求保护，我的脸面倒是无所谓，但皇家要是被人轻视了，那咱们就等候发落吧。说罢，马车内又传来一阵阴声笑语，两人有些无奈。话说战阵之内遇到一流武者，都是派同级别强者进行牵制，他镇北军只用骑兵进行车轮战消耗，这完全就是拿命来填。难道号称30万镇北军内没几个真正的高手？你错了，镇北军内高手林立，他们就是要告诉今日来贺寿的各方势力，哪怕仅凭镇北铁骑便能诛杀一切强者，日后谁还敢在侯府面前放肆？这时马车车门被推开，一个身着华丽的人影走了出来。哟，还打着呢，姑都完事了，那蛮贼还未伏诛吗？此人正是大燕国六皇子姬成觉，他是外表放荡不羁的大燕帝国六皇子，但实际上他是真的放荡不羁。看着脚下正在大杀四方的沙拓确实，他不由打趣问道：张公公，你说要是你与其交手，能有几分胜算呢？公公一脸汗颜，奴才这点微薄功力，若对上左古离王，恐怕只能拖延几息让殿下逃跑。这时陈光庭躬身问殿下不喜俗物，但为何此次主动请缨前来为镇北侯老夫人贺寿呢？自然是来看我这未来二嫂，她有心计手段，背景更是不用说。如果哪天出了意外，也当多一条退路吧。外人都说殿下荒诞不羁，但臣却明白殿下聪慧过人，为何殿下不主动争夺呢？六皇子直接打断：别说了，一代雄主之后肯定会选择守城之人为继承者，所以二哥才是父王心中最好的继承人。就在两人对话期间，这时张公公一声惊呼：不好了，殿下！只见沙拓确实正提着大刀朝他们这儿冲杀而来，顿时周围亲兵立马围了过去，保护殿下。不远处的郑凡见此情景，轻声念道：谢谢了，四娘，咱们走。他要送咱们一场造化。丁豪不解问主上这是何为？没看见那黑龙马车吗？当然是去救驾呀。此时沙拓确实已将六皇子身边亲卫全部干废。张公公无奈挺身向前：蛮子，你可知此乃大燕皇子？难道你不怕大燕迁怒于荒漠万民吗？但就在一瞬间，他就被确实控制手腕，随后轻描淡写的就被抛飞了出去。确实目光冰冷盯着目标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六皇子此刻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跑，他的目标竟然是孤。此刻他面目狰狞：小友，吾就将这位燕国皇子赠与你吧。说罢猛地掷出手中长刀，接好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黑影闪身到六皇子身前，来人正是郑凡。他奋力地挡住确实的攻击，但下一秒兵器折断，长刀径直穿透了他的肩膀。然而就在前一夜，郑凡开口问确实：你明知此去有来无回，为何还要如此？且战场厮杀，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吧？战场搏杀，生死有命，本是理所应当。但老弱妇孺哪怕为奴被卖，也不应被屠尽。一直以来我受令于蛮王，但我心始终在沙拓那个并不大的部落里。我梦想是能通过我的努力，让部落子民过得更安稳一点。可是如今我的梦碎了，他没了。行吧，我知道也劝不动你了，但明天你死前能不能帮我演出戏？我这人最想要的就是个荣华富贵，就当你死前做件好事吧。确实没有拒绝，直接点头应下。郑凡不解问：虽然你决心送死，但为何这么干脆就答应了？不可能是为了这2天的饭菜情谊吧？突然一旁的帐篷跑出2道身影，郑凡瞬间明白过来，这俩孩童正是自己斩杀蛮氏后心软留下的沙拓遗孤。看来他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确实回过头：你给我沙拓部留下血脉，我死前帮你个小忙，不亏。
郑凡睁眼后便看到六皇子关切的目光。大夫说你受了内伤导致昏迷，一切好生休养，不会有什么大碍的。郑凡急忙起身询问殿下，那个蛮族人怎么样了？那个蛮人被你拖延了一下就被铁骑给围住，之后不仅重伤了侯府李总兵，硬是拖着重伤之躯斩杀了数百名骑兵，最后力竭而亡。虽然他们接触甚短，但郑凡心底还是生出一丝惆怅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道声音：郡主驾到。六皇子瞬间紧张了起来，我那好嫂嫂来了。就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六皇子竟直接俯身跪下行礼，这一举动把郑凡惊住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堂堂皇子竟然会给郡主下跪行礼。此刻一个身着华丽长裙的女子走了进来，小六，你这是嫌我家罪名还不够多吗？还想再加一条以下犯上之罪？谁知六皇子立马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，哪能呢？弟弟给姐姐请安，这是理所应当的呀。突然郡主目光扫向郑凡，他当即反应过来，刚才被那六皇子一跪给惊住了，随后立马下跪，陈镇北军驻虎头城校尉郑凡参见郡主。呵呵，我当时谁这么勇武救了小六子呢？原来是郑校尉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上次攻打沙拓部，你作为新兵就能斩杀其首领，这才多久又救下当朝六皇子，这运气实属逆天啊！这时郑凡手臂被身旁老者抓住，五夫九品，上次你身上毫无气血流转波动，这才多久就入品了？没想到郑校尉还是练武奇才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呢。这时一旁老者再次开口，郡主，此子确实是刚入品之相，但他气血却格外浑厚，根基很扎实。郡主有些惊讶，七叔听您这意思是看上了这小子的天赋了。郑凡急中生智，赶紧磕头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为了保命，他只能如此。郡主一脸玩味，脑子转挺快嘛，想当七叔弟子也不是不行，但听说你之前打着镇北军的旗号灭了梅家务，可有此事？是的，因为属下想要荣华富贵，当时拒绝做李家家丁，也是想回虎头城当官老爷捞银子。郡主有些动容，你这回答还真是滴水不漏啊！就算上次斩杀沙拓头领是运气，这次又碰巧救下了皇子。郑校尉，直觉告诉我你并不简单，那这次就是属下和蛮贼串通好演的戏，他用性命来换属下平步青云。郡主一阵大笑，七叔，这小子有意思啊！这时一只信鸽从窗户外飞了进来，原来是蛮族王庭来人要给左谷离王收尸，但不把他尸体在城门上晒个7天7夜，往后岂不是世人都敢骑在镇北侯府头上？小六子啊，要不是父亲下令限制我用兵，你以为我只会灭一个沙拓部？六皇子瞬间明白过来，他30万镇北军打下整个蛮族不成问题，直接南下攻打大燕都城更不是问题。他本是堂堂大燕帝国的六皇子，如今却被一方郡主压得喘不过气，不得宠的他只能用其放荡的外表掩盖心中雄图霸业。待郡主和七叔转身离去后，他这才瘫倒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。郑校尉，我很好奇你为何要救我？因为我从小的教育告诉我要报效祖国。打住，我要听实话。郑凡隐隐一笑，当然因为你是皇子，不然我为何不救其他人？很好，你很诚实，我喜欢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救了我，以后咱们就以年岁相称，千万别放不开。谁知郑凡一点都没和他客气。好的弟弟，我现在算看出来了，你很有野心，但你救的却是个废物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志向就是做个闲散王爷。郑凡丝毫不拘谨，且古往今来最后登基的人可都是闲散王爷。小六子直接愣住了，随后喜笑颜开，你这话说的有水平。当赏，我请你喝茶，待会咱们出去吃饭好好聊聊。画面一转，一家羊肉馆内，小六子嘱咐郑凡赶紧吃，侯府的饭菜都是军营送来的，清汤寡水没啥味道。想之前侯爷进京时第一天就去全德楼吃了5只烤鸭。郑凡望着窗外的人群，也不知道四娘现在在哪。小六子看着对方在出神，咋了？有啥心事？郑凡回应说想不下了，身边没人总感觉有些不自在，而且自古以来枪杆子里出政权，尤其像您这样的就很没有底气。小六子回应，你说的好听，但我平日连京城都出不了，到哪弄兵去？郑凡立刻微襟正坐，殿下可以靠卑职。打住！我说老哥，您能不能把您的野心藏着点？你脸上写满了奸佞2字呢。殿下，不想当奸佞的臣子不是好臣子，不想当皇帝的皇子不是。在两人吃完饭后，小六子提出再溜达溜达，俩人并肩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。这时他碰了碰郑凡的手臂，指着一处风月场所说，好不容易出趟京城，陪我去打打野味如何？这时郑凡不禁有些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看错人。走，陪我进去，咱哥俩一起去开疆扩土。进去后的郑凡表示自己有伤在身，您玩高兴就行，不用管自己。谁料小六子这货直接说又不需要你动，你只管享受好就行。郑凡有些汗颜，这个世界的人可真会玩。当小六子选好离开后，突然一只玉手拽住郑凡，他吓得立马警惕后退了几步，但此时女子却主动贴了上来。郑凡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，哼，你这小妖精。随后他扯住对方的面具一把撕了下来，果然这女子正是魔王峰四娘。就在郑凡和四娘相认后，看着她身上缠满了绷带，不禁一阵心疼。郑凡告诉四娘，和他一起来的是个闲散王爷，目前没有夺嫡的希望，不过镇北侯府有个高手似乎有意收我为徒。四娘凑上前问主上是想留在这儿吗？再看看吧，留在这里就得告别之前的生活，但能拜个高手为师的诱惑也不小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道声音，奸佞，你好了没啊？郑凡有些吃惊，他怎么这么快？只见小六子一脸猥琐看着眼前不断摇晃的红杖，心里生出一丝嫉妒。奸佞这货也太猛了吧，羡慕 ING。不多时，郑凡满头大汗整理着衣物走了出来。小六子在得知他没花1分钱就把事儿给办了后，不由嫉妒的近乎发狂。打完野味后，他们来到镇北城门口，
看着被无情挂在城墙上的沙拓雀石，两人心中都有些萧索。这时小六子率先开口：“郑凡，你知道孤心里在想什么吗？百年来这片土地不知承载了多少出征和归来的将士。我大燕作为边境之国，前有蛮族磨刀霍霍，后有三大国虎视眈眈，但我们都还是挺过来了。我大燕铁骑更是力压蛮族，南夷三大虎国，战力当属普天之下第一。你很有野心，虽然你也没有隐瞒，但你可知如今我大燕今日之政在何处？”郑凡想都没想，直接开口说：“门阀林立，家族过剩。是的，我大燕虽强大，但却依旧灭不了蛮族，攻不破敌国，都是这些大家族为自身利益从中阻挠。”说罢，转头看向郑凡：“你既知症结，可有什么破解之法？”郑凡呼出一口气：“扫平。门阀家族传承千年，哪怕王朝更迭也屹立不倒。”小六子没想到郑凡杀心如此之重，随后他又转头大笑起来：“你可知我父皇的想法和你一样？”见郑凡还欲开口，他便直接打断：“行了，今天说的够多了，再说就得出问题了。”他丢给郑凡2锭黄金：“劳烦你买点吃食带给张公公和陈师傅吧，我累了先回去了。”看着小六子离去的身影，他知道对方还有话未讲完。夜深后，郑凡在此点上3根香，这是你们蛮族的规矩，虽然简陋了点，但你就将就凑合下吧。沙拓确实，我很佩服你明知必死也要独自上门为族人讨说法的决心，而你是我郑凡来到这个世上第一个想要去怀念的人。从此世间再无左谷离王，多的只是一个沙拓部的阴魂罢了。你知道古代最后登基的皇子心机是有多深沉吗？他是大燕国6皇子，在外人眼中是个十足的纨绔，但背地里却掌控了国家90%商会，就连他和郑凡一起去的小红楼也属于他的产业。在与郑凡分开后，他又回到此处，身旁一名女子捧着一个小瓶说道：“六爷，此物名叫香水，是涂满城西域商人那儿出的货。”小六子闻了闻，立马嗅到了商机，有多少给我拿多少，价格不是问题，拿到货转卖到京城，再去前晋楚3国走一趟。说吧，还有何事？但是此事并不值得孤回来一趟。女子恭敬道：“六爷需不需要奴婢查一下那个叫郑凡的人？”小六子目光一凝，他怎么了？他今日进的那间厢房，奴婢并未安排姑娘，但里面却有女人的声音传出来。小六子闻言放下香水：“翠萍啊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是不是北风郡的事儿你掌管的久了，心也开始野了？规矩早就讲过，姑身边的人你们不准动心思，商号你们来打理，但姑自己的事儿自己来处理。”此时女子被吓得声泪俱下，急忙求饶。小六子抚上她的脸庞：“我这可是为你好，他是姑的救命恩人，你也不想想，能让蛮族左谷离王临死前都要帮忙搭桥的人，是你这小姑娘能随便查的吗？而且他挺有意思的，姑喜欢和他说话。”这时女子一阵后怕，唯唯诺诺说在附近抓到了偷摸进城的许文祖。小六子稍加思索，许文祖不是虎头城的县令吗？来侯府干什么？随后冷笑一声：“有意思，给他2匹马，让他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。姑先回去了。”可就在他打开门帘的一瞬间，他惊了：“你看看，姑就说别随便调查姑身边的人，人家早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了。”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被无数丝线缠绕的女尸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荒漠内，僵尸梁成正带着一名小孩在此处歇脚。突然他察觉到周围有人在靠近，只见四娘轻移莲步缓缓走上前：“哟，这荒漠无垠的，姑奶奶竟然能碰上你呢？我说你们来荒漠也没多久吧，连孩子都整出来了。”梁成回应说他是蛮人小孩，阿明和樊丽带着他们的部落在后面牵引，你不在主上身边来这儿干嘛？姑奶奶正准备回去报信呢，主上在镇北侯府。梁成立马紧张起来，主上有危险，是机遇，主上不仅结识了当朝6皇子，还拜了个高手为师，刚好遇到你了，你先把消息带回去给瞎子，我也好继续回去陪着主上。这时一旁的小屁孩红着脸拍着胸口道：“漂亮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待我长大后要抢了你给我生娃。”梁成默默将小孩提了起来，看向四娘询问道：“你跟主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吧？”在得到对方的默认时，他直接给了小屁孩一个大锅盖：“主上的女人不允许你亵渎。”四娘一脸得意，当主母的感觉真不错呀。突然梁成似乎又感应到什么，他猛地站起身，不对劲，附近有人在炼祭活尸，而不远处正有一群蛮族人在举行着某种神秘仪式。小六子很喜欢和郑凡在一起的感觉，这么多年，除了郡主就属你在姑面前最放肆。郑凡丝毫不为所动，那有啥？跟你客气不就显得生分了吗？突然他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殿下，你身上好香啊！小六子闻言在自己袖口里摸了摸，此物名叫香水，西域商人的东西，依我看这简直就是行走的金币啊！郑凡若有所思道：“看来殿下对经商很在行啊，但你有没有想过赚再多的银子，最后也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嫁衣？”小六子听懂了郑凡的言外之意：“郑校尉，你说我们才刚认识，你就劝姑多少次造反了？哪怕退1万步讲，造反是需要本钱的。”郑凡一脸认真：“兵在招，钱在赚，你是不是觉得姑看起来像二傻子？北边家族司军林立，没机会的。你要是真想出头，还不如去南边，前进2国油水可不少。”郑凡故作遗憾：“可惜卑职没啥门路呀。”小六子接过话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介绍门路，不过咱们交情归交情，生意归生意，一码事归一码。”郑凡自信回应说：“殿下觉得这香水好闻吗？自然是好闻，你说这个干嘛？”
下一秒他惊在原地，香水是卑职研发出来的。与此同时，镇北侯府内，一名彪形大汉正身负荆棘，尽管汗珠和血水融在一起，他依旧抱拳纹丝不动。娘亲，袁虎叔也没做错什么，干嘛要责罚人家？一名老妇人威严地说：“我李家百年不倒，靠的就是悍不畏死四字。他李元虎居然还被强弩之末的左谷离王逼退，难道不该罚吗？且你父亲临走前下令不准你调动一兵一卒，他居然私自调拨3000铁骑于你。娘亲，他燕皇实在是欺人太甚，下面的将士早就义愤填膺了。”住口！你想气死你娘吗？老妇人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从小天资聪颖，但切莫以为天下人都是蠢蛋。你知道你父亲和陛下的关系吗？他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。”这时，一名小兵上前禀报：“夫人，下面传来消息说起风了，传令下去，今晚闯进城的鼠辈一个都别放过，若是有失，校尉以上军官皆斩。”郡主不解问这是什么情况？左谷离王可是3品武夫，死前奸杀千人，其血气之浓厚，王庭的祭祀不可能放弃这绝佳的躯壳。今晚他王庭若是敢派人来抢夺，我要让他们通通留下。这一次，他王庭30年内休想恢复元气。这都是你父亲进京前安排好了的。打扫家里之前，先把邻居揍一遍，准没错。此时，在不远处的城外，梁成感应到有人在召唤那具入煞的尸体，他们想让其尸变后径直回王庭。他缓缓抬起右手，似乎我也能对那具尸体进行召唤。四娘问能不能抢过来，让他回我们大本营。梁成表示，一般尸体会对生前感兴趣的事物产生反应，他不认识我，所以不会听我的。四娘若有所思回应道：“那你问问他，认不认识一个叫郑凡利的年轻人？”梁成一脸懵逼，为啥这个名字这么奇怪？但当他利用煞气将名字传输过去后，那本已凉了3天的沙拓却是嘴角竟扯出一丝微笑。梁成很是吃惊，竟然有反应了。四娘也纳闷起来，他感兴趣的居然是主上。与此同时，镇北侯府教场内，小六子拉着郑凡说道：“今天可别眨眼，好戏马上要开场了。”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，一辆战车缓缓来到教场内，为首2位将军正是镇北军7大总兵之一的李成辉、李良申。这2位爷居然来了，看来这次蛮族没希望了。持弓的名叫李成辉，曾以1人之力连斩百名蛮族神射手；另一个叫李良申，其剑法已登峰造极，据说连晋国的剑圣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更恐怖的是，这2位总兵和沙拓确实一样，都是3品武者。郑凡闻言一惊，3品大佬，镇北侯府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时郡主和侯府老夫人出场，引得周围士兵一阵振臂高呼杀。此时3名蛮族打扮的人匆匆迎上前，只见他们齐身下跪，还是拜见义母，祝义母万寿无疆。小六子解释道，这3人是蛮族4大归义部族族长，当初初代镇北侯力压蛮族，收下4个族长作为义子，所以至今不论他们年岁几何，都得管镇北侯叫爹。郑凡疑惑问道：“这才3个人吗？还有个呢？”这时老夫人开口：“那多不包藏祸心，竟胆敢派出王庭祭祀，侯爷不在家，莫不是想弃我李家这孤儿寡母？”跪下3人立马齐呼：“那多不反骨，辜负侯府恩德！孩儿们愿身先士卒，踏平那多部。”老夫人阴狠道：“天亮前若我还能听到那多部一声羊叫，你们就不用回来了。不听话和没本事的孩儿，镇北侯不需要。”这时镇北军又是一阵呐喊声响彻天际，杀！看来今晚过后那多部将彻底消失了。郑凡也感叹说：“欲安内必先攘外呀。”小六子无语：“你哪来那么多金句名言？声势浩荡的镇北军有条不紊迈出城门，你不跟出去看看热闹？”小六子闻言：“姑都被刺杀过一次了，怎么你还想替我挡刀吗？你想多了，之前是我不清楚你是个闲散王爷。”这时郑凡眼睛一瞥，一名手持巨锤的大汉缓步经过，此人正是被确实逼退的总兵李元虎。他来到城门口驻足望着沙拓确实的尸首，突然他扔下巨锤，猛地盘膝坐下，眼神坚毅注视着确实：“我等你，这次我不会再退了。”他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蛮的蛮族左谷离王，如今身死却被挂上城门，还被金铁链缠身，底下更是摆满了阵旗，还有镇北侯总兵李元虎压阵。郑凡不解问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人都死了，摆那么大阵仗干嘛？”小六子回复说：“他们在摆阵法。蛮族有蛮师，而我们有术士和炼器士，所以大雁不光从武力和奇门遁甲都能压蛮族一头。就那老头小时候还给我摸过骨，大哥是猛虎守边疆，二哥是卧龙在野，你猜猜他给我预言的是啥？”郑凡想都没想，直接开口说：“富贵安康。”这下小六子惊了：“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摆明就是糊弄吗？举国皆知大皇子战力无双，喜好征战；二皇子智力超群，主管政务。那老神棍只是将陛下的想法说出来而已。至于你的评语，除了富贵安康还有什么？总不能说包藏祸心，有谋反之嫌吧？我有个神棍朋友告诉我，这就叫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”这时一旁的老术士上前来打招呼：“老朽见过六皇子殿下，刚这位小友说出的10字真言，可谓深得我方士精髓呀。”郑凡急忙抱拳行礼：“小子刚才是狂妄之言，请仙翁恕罪。”这时小六子询问仙翁摆这大阵所为何故？死者再生，通灵玉师本就是蛮师擅长，我等在此摆下伏魔大阵，等待猛虎出笼呢。郑凡闻言一惊，如此说来沙拓确实要尸变了。仙翁感叹到，这尸体生前乃是3品武者，死后更是被煞气滋养，本身又精通蛮众，怕是起事后实力会远超之前，所以老朽在等蛮族祭祀们引煞入尸，待尸变后借李将军压阵，将这具僵尸控制住为我侯府所用，此后我们便能多一具不畏生死的恐怖战兵。这时小六子喃喃道：“起风了。”只见一阵阴风吹过，绑在沙拓却实施手上的铁链哐当作响，那仙翁和总兵李元虎更是严阵以待。终于要来了，
下一秒确实生出满嘴獠牙，目露青光，发出一阵野兽的咆哮声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大漠的蛮族奈多部已被团团包围，可还是有一支小队逃了出来。为首之人正是蛮族王庭大祭司，希望奈多部能拖久一点，继续施咒。只要过了恒河，王庭就会来接应我们，这次任务将圆满完成。正当他们全力朝目的地冲刺时，为首蛮族大祭司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目露惊恐地望着前方，只见镇北侯府总兵李成辉、李良申两位将军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大祭司一把年纪了还到处奔波，蛮王实在不懂得体恤臣子啊！老夫人专门派我等在此为大祭司送行了。大祭司客套回应：多谢老夫人关心，也感谢两位总兵大人。谁知李成辉大手一挥：先别急着写，我家老夫人还说她很好奇世上到底有没有蛮神，所以今日就请大祭司升天带她去确认一番。此刻无数镇北铁骑朝大祭司一行人蜂拥而去，他为自己不足而战，却客死异乡，死后更是被人炼制成傀儡，遭人驱使。他向命运发出不甘的怒吼。一旁的老道见此情形，不禁感叹其身上的滔天血气和无穷的潜力。下一秒，沙拓确实身上所束缚的金刚铁链应声断裂，他猛然落下，震得地面碎石激荡。老道和李总兵严阵以待，三品武夫的体魄加上僵尸之躯，这简直就是至强之体啊！他已没有灵智，请总兵大人将其引入阵中，咱们收服了这头猛兽。但此刻沙拓确实一转头，看都不看，两人朝他们反方向爆射离去。老道和李总兵直接压麻呆住，这什么情况？万事俱备，人却跑了。李总兵二话不说，提起巨锤就要追上去，但此刻阵法发出金芒，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身处阵眼中，身体犹如泰山压顶，受到阵法桎梏，根本无法离开。沙拓确实的异变将他们的计划全部打乱。老道还在嘀咕，不应该呀，寻常人事变后第一时间会去找自己的血亲，可这沙拓确实父母双亡，更没有子嗣，怎么说跑就跑了？李总兵急得大叫，仙翁别愣着，赶紧给我解开阵法。可此时沙拓确实已经逃离几公里开外了，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个为他点上3根香的男人，甚至仅仅相识2天，却在他死后匍匐下跪磕头为他祭奠。这一刻，有关那个男人的记忆全部涌入脑海。我沙拓确实无父无母更无后，在这荒漠的漫天黄沙中孑然一身，但我死后竟有人为我供奉诚挚哀悼。郑凡立，你给我等着！与此同时，郑凡正和小六子在荒漠中闲逛，看着昨晚被屠戮殆尽的蛮族奈多部，郑凡不禁感叹这就是战争，但他却深知仅仅灭掉蛮人一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，除非荒漠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绿洲，或者将蛮人全部杀光，否则单纯的杀戮只能造就下一场战争而已。小六子闻听此言甚是不解，你继续说。大雁没办法彻底控制荒漠蛮人，一味靠武力镇压成本代价过高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能用另一件武器。什么武器？郑凡斩钉截铁回应道，文化入侵，我们可以去各地找找爱好和平、专心侍奉神灵的宗教，让他们原来的信仰崩塌，从而取缔，让镇北侯府将他们送去荒漠传教，哪个部族不信教就攻打谁。2代人后，蛮族将热情好客，能歌善舞，整个荒漠都会变得安静祥和。郑凡发出恶魔般的微笑，到时候就算他们饿死冻死被大烟奴役，那也会带着笑容死去。小六子听到这惊悚发言，不禁感叹郑凡的毒辣，你这是要刨掉他们的根啊！好计策，郑校尉，我大燕朝堂应有你一席之地，可惜孤只是个闲散王爷，帮不了你。郑凡却自信满满表示未来总会有机会的。听到此话，小六子停下马，开诚布公对郑凡说，侯府七叔想收你为徒，但姑想让你拒绝他。姑虽然是个闲散王爷，但姑乃是大燕帝国第一商行的幕后东家。郑凡表面上装作不信，心里想的却是六皇子终于被自己策反了吗？开门见山，北边大势将起，已不适合你发展，去南方吧，那里人热情单纯，比蛮人温柔得多。郑凡惺惺作态，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北方。待他话还未说完，姑会全力资助你发展势力。听到此话，郑凡露出满意的微笑，随后他单膝跪下，陛下仁厚，待他日起事，臣必将以身许国，答谢陛下知遇之恩。听到称呼自己为陛下，还让其多喊2声听听。这一刻，往日闲散王爷的伪装撤下，野心锋芒毕露。两人加在一起，总共有800个心眼子，谁都知道对方不是什么好鸟，但他们却能互相看对眼，惺惺相惜。远在千里之外，郑凡一行人的据点梅家坞，瞎子北正悠闲地拉着二胡，音律中充满惆怅。一旁的下人奉上茶来，大人，您要的东西我都已准备妥当，可不知为何您的心情反而没有之前好了呢？瞎子郑重地说，军械粮草等装备都是北风紧缺的物资，可如今市面上竟变得丰富起来，你不觉得其中有蹊跷？北边要起大风了，咱们的生意也该收一收了。门外薛三早已等候多时，怎么着？听你这话是嫌弃北地风太大，想南迁了吗？瞎子表示是有这个打算，但这等大事还需等主上回来后再定夺。薛三有些无奈，好不容易在这个世界置办了点家业，别说主上，咱们自个儿也舍不得呀。这时瞎子北盘膝坐下，心情烦闷，要不你唱个曲儿吧，我给你伴奏。薛三也不推迟，清了清嗓，随后便哼起了著名越剧《红楼梦》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突然两人眼前一道绿光闪过，似有什么物体狠狠砸在庭院之中。只见来人正是从镇北侯府赶来的沙拓雀使。卧槽，林妹妹怎么变成糙汉子了？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镇北侯府的军帐内，郑凡正和四娘梁成等人开会，咱们得南迁去发展了。北地即将迎来一次大清洗，咱们没几天蹦跶的时间了。四娘表示主上拿主意就行，只要能跟着主上，无论去哪都可以。梁成也没有意见，只是告诉郑凡沙拓确实已经到了梅家坞，
瞎子来信说他们已经会面了。郑凡指了指脑袋，他现在还有自己的思维保留吗？普通人变成僵尸最多只能感知亲人等血脉，而像沙拓确实这等心性坚韧的强者，加上蛮族祭祀的召唤和我注入的煞气，应该能保留部分记忆和自我。郑凡若有所思道，能让死人保留记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是不是僵尸都得喊你一声祖宗啊？梁成立马开舔，和属下关系不大，主要是因为您才让他没有选择去王庭，而是去梅家坞等我们。咱好好说话，别动不动就开舔行不行？对了，这个小娃娃是蛮族部落的，他家里人呢？谁知这小孩掏出匕首回应说他父亲老了，于是他干掉了他爸，带领族人寻找新的出路。郑凡长舒一口气，这特么咱们家没一个正常人，连大孝子都能收回来。随后抚了抚腰间的魔丸，还好咱儿子不是这样的，要想在这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，自己还需得快速壮大实力才行。就在郑凡一行人回到虎头城的酒楼时，他本是打算回到此处等待其他伙伴会合后一同南下发展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名丫鬟上前禀报，主人，衙门派人传信说县令大人邀请您前去赴宴。郑凡闻听此话，立马就不淡定起来。许文祖他不是死了吗？自己当日明明看见他被确实连同马车扔了出去，砸得粉身碎骨。他再次向丫鬟确认是否真是许文祖派人传的令，在得到肯定后，郑凡陷入思索中。若许文祖没死，又和镇北侯府取得联系的话，那岂不是自己编造的身份全都露馅了？不行，得抓紧时间南下跑路。这时四娘取着浴巾上前来，主上，我调查了，许文祖的确还活着，实在不行咱们就推倒梅家坞再做打算。大厅内四娘早早的就准备好丰盛的晚饭，而郑凡根本就不准备去赴宴，反正自己也待不了多久就要跑路了。正当他动筷之际，一阵大笑声传来，只见许文祖这死胖子竟然不请自来。郑校尉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郑凡立马上前行礼，还不确定对方有没有识破自己身份，当下只能随机应变。再一打量，这死胖子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他是怎么从马车里逃脱的？许文祖环顾四周，郑校尉，你这儿方便讲话吗？郑凡表示周围都是自己心腹，但说无妨。许文祖这才放下戒备入座。许大人，能否告诉卑职您是怎么从沙拓雀石手里活下来的呢？只见这死胖子抱着一只烧鸡回应说，那个时候本官刚好闹肚子，不在马车内。郑凡表面上恭维着，心里想的却是这死胖子的命怎么这么好。随后又试探性问，大人既然没事，当时怎么不去找我呢？而我已将您的死讯通报给了老夫人，老夫人也只是简单回应知道了。这时许文祖惊得手中烧鸡掉落，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，下一秒他朝着侯府方向跪下，老夫人神机妙算，文祖感激万分啊。郑凡不解，这死胖子又自行脑补出了什么？紧接着许文祖解释说，看来老夫人早已知道我没死，所以才对你轻描淡写说知道了，而他根本就没进得了侯府，刚进城就被人撵了出来，这一切应该是老夫人出于对他的保护才让他离开的。殊不知他其实是被小六子的人发现，将他撵了回去。在这敏感时期，朝廷命官私通侯府可是大罪，小六子并未想节外生枝，所以才放了他。郑凡闻听此话，放下心来，顺理成章说，郡主准备安排卑职去南方发展，而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但我李家的兵只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军令如山。许文祖这死胖子并未怀疑，反而更加确定侯府是在布局了。下一秒他掏出一份密函递给郑凡，你看看这个，昨天陛下已经给镇北侯下发罪诏，也就是说大战即将开始了。就在刚刚，许文祖递给郑凡一份朝廷的秘密诏书，北蛮萧小以成大燕国心腹大患，朕若再任其发展，愧对先祖。郑凡满脸惊讶，蛮族都被大燕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，还心腹大患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在针对镇北侯府。许文祖缓缓开口，大战一触即发，郡主这时让你南下，应该是以防不测，如有意外，李家也好有条退路。这时郑凡隐蔽上身，燕皇欺人太甚，这南方卑职不去也罢。许文祖急忙拉住郑凡，郑校尉，这可是郡主为日后的安排，可不能辜负啊！下一秒郑凡一声大叫，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朝镇北侯府方向磕了一个响头。谁知用力过猛，疼的眼泪飙出，老夫人，郡主，卑职惭愧啊！此时在房顶看戏的梁成开口询问四娘，主上这演技是和谁学的？当然是你们这群老戏骨辈，天天违心舔着主上。梁成开口反驳，少来，你还不是一样，放肆，怎么跟你家主母说话呢？就凭奴家和主上的关系，能和你们一样吗？梁成瞬间明白过来，我们是假舔，而你是真的舔了呀！与此同时，大燕国皇宫内，皇帝姬润豪在龙椅上破口大骂，你们这群臭丘巴，朕的心头之患不在蛮族，而是就在你们之中。一众朝廷命官趴在殿内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镇北军一半兵马已南下，这是在向朕逼宫，你们还劝朕退一步？给你们半月时间出方案，要站边赶紧站边，朕要看清楚你们的态度。退朝。下朝后，皇帝姬润豪召来一名太监，他吩咐让其多留意下今日大殿劝和的大臣们，列出名单交由二皇子手中。转眼间，他们又来到一座湖亭小筑内，只见面前一名紫袍中年人正对着饭桌大快朵颐。你这家伙胃口倒是挺好啊！此人正是雄踞一方的镇北侯李良庭。皇帝坐上桌，刚朝中之事应该有人给你传信了吧？那可不是嘛，这些人当然得趁早示好。你让我住这儿，不就是方便他们给我传信吗？你也别阴阳怪气的，朕知道舒兰武士大寿朕没让你陪在他身边，心里有气，可我不是把太子赔给你了吗？哈哈！这时镇北侯竟指着皇帝破口大骂，你这老东西，居然敢把欠丫头跟你家老二凑一起，不怕他日后把你的那些皇亲国戚全灭了吗？谁知皇帝也不生气，那些酒囊饭袋杀了也就杀了，朕让老二当太子，自然知道他管不住你家欠丫头，但除了他，谁还能容得下你这镇北侯府？
朕和你至少还有10几年活头，把真正该做的事做了，给大燕打下一大块疆土，也不怕后人糟蹋的。哪怕倩丫头真想做我大燕的女皇，那就当呗，等她玩够了，还不是得还朕给我家亲孙子？突然，皇帝抓紧镇北侯的手，梁廷，你可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承诺？镇北侯回应说记得，前晋楚三国都喊我们是燕蛮子，我们帮他们抵御蛮族，他们却偷偷在背后捅刀子。若有朝一日燕国羽翼丰满，你我必将挥师南下，马踏三国。日上三竿，乌家堡内，郑凡已和瞎子一群人会合。此刻他俩正悠闲地晒着太阳。主上，等阿明回来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南下了。是啊，朝廷派我南下的调令也快下来了。最近镇北军调动频繁，看来大事将起了。瞎子闻言却持不同意见。主上，属下觉得既然六皇子敢调您去南方，明显这边出不了太大的乱子。他们做这些更像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燕皇和镇北侯演的双簧喽？那他们关系得有多好？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勾引起燕国那些不安分的世家，甚至另外几个国家都会搞小动作。瞎子欣然一笑，是的，就像是修剪枝条才能让树木长得更强壮。如今镇北军和朝廷禁军都已动兵，不见血是不可能了。说罢，瞎子又向郑凡推演起燕皇和镇北侯的全部算盘，听得直让郑凡目瞪口呆。这瞎子智商太逆天了。主上，秦虽灭六国，但得利者汉，随秦海内继任者唐。等他们做完事，剩下的就看主上您要我们怎么做了。听着瞎子的蛊惑，郑凡不禁一时有些热血沸腾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用在六皇子身上那套，如今也被瞎子使用了，而且还让自己觉得我就是天命之子，不造反都对不起人生。郑凡来到一处屋内，推开门，此刻四娘和梁成正帮着沙拓确实缝合处理伤口。见郑凡进来，立即禀报：主上，确实如今正在自我封闭，还未苏醒。郑凡凑上前，真是英雄落幕啊！但每次见到他，我心里都会莫名心安，认他做干爹吧。按照他生前年纪，我也不亏。你们出去吧，我和他单独聊聊，晚饭照例送到这儿来即可。等郑凡将饭菜都摆上桌后，沙拓确实还是纹丝不动。你别自卑嘛，自我封闭干啥？你看梁成同为僵尸，不也活蹦乱跳的？对了，你晚上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会不会寂寞？我倒是想陪你，但四娘晚上怕黑，我把我儿子留这儿，你们爷俩晚上好好唠嗑。我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当郑凡走后，魔丸发出轻微的轰鸣声，就连确实额头也青筋暴起。俩人似乎都在诉控他的卑劣，而门外的郑凡毫不知情，反而开心哼着小曲儿。傻儿子，让你天天晚上给我捣乱，今晚我与四娘肯定能。这时一阵急促的跑步声传来，郑凡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细小的身影朝他跑来，原来是大孝子啊！此刻他急匆匆地说：“我的人来了。”郑凡立即反应过来，难道？随后他立马提起小家伙朝城门跑去，而城门上瞎子几人已等候多时。只见几百名大孝子的蛮族族人在阿明和樊丽的带领下赶到。主上，您最忠诚的属下回来了。众人齐刷刷向郑凡投来期盼的目光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南下最初的一批战力和资本。南国，老子来了！就在刚刚收编了大孝子的500蛮人不足后，郑凡便吩咐瞎子北抓紧时间将这批蛮人驯化，成为自己南下的第一批战力。看着这批蓬头垢面的男人，他心中不免感慨，这不是在玩什么红警星际，这是我郑凡手下实实切切的兵。这时瞎子开口说：“主上，这500私兵还需好好驯化才能成事。但主上您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此时在你面前的是10万铁骑，他们跪伏在您面前高呼万岁，那是怎样一种激昂的感觉？”郑凡不动声色，特么这死瞎子动不动就培养老子野心，以后不能和他多待，差点就被忽悠瘸了。突然他发现底下一阵嘈杂，几名蛮族士兵盯着馒头，似乎是要不受控制上前去抢。郑凡不解问怎么还不开饭，瞎子却回应快了。突然一阵刀光闪过，那名上前抢馒头的士兵就被梁成抹了脖子。郑凡瞬间明白过来，这是要杀鸡儆猴，要完全驾驭这群野蛮人，必须要让他们怕自己到骨子里去。众人看见这一幕，纷纷静下音来，一脸惊恐看着郑凡。此刻在他们眼中，这名男子就是掌握他们生杀大权的人。随着一通响指后，另一名只是做出抢夺馒头动作的蛮人，他抱着脑袋头痛欲裂，紧接着七窍流血，扑通一声倒在血泊中没了动静。这下众人再也稳不住了，齐声跪下，纷纷对着郑凡匍匐磕头，高呼着听不懂的词语。郑凡询问他们在喊什么，瞎子满意回答说：“魔王。”随后他一声轻笑，脸上布满阴狠：“我喜欢这个称呼，主上，我们也很喜欢呢。”这时薛三竟也拖着一名蛮人上前：“主上，这杀千刀的竟然想偷偷侵犯宅子里的丫鬟，被我逮住了。”瞎子立马表示这可不是提前安排的，那就是真的喽。说罢，站在看台上的郑凡立马招呼薛三：“此人该杀。”紧接着薛三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匕首捅穿了那人的咽喉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吃喝拉撒都归老子管，居然胆大包天，敢碰老子家里的女人，这就是没有规矩的下场。次日清晨，瞎子拿着一封信：“主上，许文祖给您的信到了。”郑凡无地，几日不见，如隔。郑凡打断，念重点。原来是朝廷给他的调令下来了，目的地是南边银浪郡翠柳堡，做城中守备。传闻能以一敌众的大燕国镇北铁骑，当初硬是以3万骑兵追着前国50万大军打。初代镇北侯更是作诗戏称扬鞭策马逐银浪，而这银浪正是前国大军被杀得丢盔弃甲的情形，故此地得名为银浪郡。瞎子一本正经地给郑凡讲解。郑凡闻言一惊，那初代镇北侯是何等的雄韬伟略，瞎子也没放过这个机会，立马开帖：“主上才是真正的雄主，日后定能掌控乾坤。”得了吧，我可没那个能耐用3万人打跑50万，不过有你们在，我也有信心将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蚕食。四娘也发声说，不论主上做什么，她都无条件支持。一行人就这样侃侃而谈。
谈的前往银浪郡的途中。几日后，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，来到银浪郡地狱中的翠流堡。看着这残破不堪的城墙，甚至脚下还喂养着鸡崽子，郑凡惊了，特么这可是燕国边境的城池啊，怎么变成了鸡窝了？本以为能在这儿大展宏图，可没想怎么会是这么个鬼地方。突然他察觉到有人在靠近，是谁？只见一名老兵提着一罐鸡饲料上前来，你们是何人？郑凡也不和他废话，当即在身后摸了摸，掏出朝廷下发的令牌，我是新任翠流堡守备郑凡。老兵闻言露出惊骇之色，当即砰的一下跪倒在地。翠流堡伍长铁柱参见大人，怎么只有你一人？城中守军何在？城墙如此残破，为何不进行修缮？老兵颤颤巍巍地回应：大人，翠流堡已经荒废近10年了。郑凡不解，这里好歹是大燕国边境，怎可如此荒诞儿戏？大人，这是上面的意思，兵卒早被遣散了。翠流堡还算好的，周围其他堡连砖头都被拉去垒猪圈了。这时瞎子凑上来，主上，这是有蹊跷，咱们先休息整顿，等明日去拜会这里的总兵探探情况。次日，总兵府内正在举办白事，郑凡一行人来到大门口，正准备进去拜会总兵大人。临走前，自己特意穿上朝廷下发的衣服，还被樊丽取笑说像丧服。可没想到总兵在头一晚去世，自己这一身还真是应景啊！阿明，来都来了，你随我进去上个香吧。樊丽把东西扛回去，那货既然归西了银子，也就不用送了。转眼间，两人已来到灵堂，毕恭毕敬的上完香后，郑凡心里还在纳闷，自己刚上任，顶头上司就莫名其妙的没了。这时阿明突然提醒道：“主上，棺材里有动静，你确定？难道诈尸了？早知道喊梁成陪我一起来了。毕竟他也是僵尸，说不定老乡见老乡，他们还能唠上几句。主上，属下不是很懂您的意思，难道您觉得我比不上梁成？”突然，这时棺材传出剧烈的撞击声，下一秒，棺材内竟伸出一只手，还握着个不知名的球状物体。郑凡大惊失色，这分明就是一只女人的手，直觉告诉他很危险。紧接着，球体内激射出无数银针，郑凡闪躲不及，完蛋了，这下要GG了。空中溅起一滩血花，他呆呆地看着眼前人，一滴冷汗从脸颊滑落。只见不知何时，阿明已拦在他身前，用身体将银针悉数拦下。主上，您现在觉得我比之梁成如何？两人今天本是前来祭拜已故的总兵大人，可谁能想到棺材中竟藏着一名女刺客。而这时，两人身后传来一阵喊杀声，只见大厅内冲出数名刺客，正对着来往宾客大杀四方。卧槽，这些人专盯着当官的杀呀！郑凡有些吃惊，他们竟敢在总兵府里闹事。此刻，无数士兵疯狂涌入府内，女刺客见状，急忙吩咐一旁的黄袍道士赶紧撤。郑凡毕竟官职在身，也不好袖手旁观，安顿受伤的阿明后，便准备去捡几个人头装样子。主上，刀剑无眼，您先换上盔甲保命要紧啊！谁知下一秒，郑凡就已将盔甲整齐穿戴好。放心，我惜命的很呢。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兄弟，你能有这么忠诚的属下，我着实羡慕呢。”只见来人云淡风轻地往自己身上拍了拍，兄弟也是军旅中人。刚才女刺客无差别击射出的银针悉数掉落在地。郑凡心想，此人应该是穿了软甲，地位肯定不低，于是拱手自报家门。谁料这人同为新任击退堡的守备，名叫左继谦。两人交谈间，一名刺客被守卫逼退，正巧在他们的方向。那名刺客见状，可不管3七21，直接举起手中长剑向他们砍去。风驰电掣间，长剑被2根手指夹住。只见左继谦一脸不屑，任凭刺客如何用力，竟不能抽出长剑分毫。一旁的郑凡瞧准时机，一记手刀稳稳落在来人脖颈处。解决此人后，两人开始商业互捧起来。下一秒，左继谦用脚尖挑起刀兵：“郑兄弟，贼子横行，咱们冲杀出去！”身后的郑凡却打着算盘：虽然我实力大增，但厮杀经验太少，还是跟在这货身后补刀吧。两人来到庭院，刺客正和府兵打得火热。左继谦一声大喝：“兄弟们，把贼人毒死！我们增援已经赶到了。”就在这时，郑凡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只见刚在大厅内的黄袍道士手中提着一颗人头朝门外窜去，而那颗头颅竟是南望城知府大人。这黄袍道士是条大鱼，不能放过。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左继谦已追了上去。这哥们为了军功还真拼啊！郑凡赶到时，两人已开始正面交锋。作为老阴逼，郑凡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绕在身后对准道士腰子打去。左继谦却顿感不妙，因为他发现道士竟在凝神聚气，一道恐怖的能量在他指尖聚集。不好，此人竟是炼气士，凭着多年厮杀经验，本能闪开。这次算他侥幸，不然性命不保。而在这短短一瞬，道士抓住机会用长剑命中左继谦。这时郑凡提刀已至，长刀带着破风声斩向对方。电光火石间，这道士居然还能抽身格挡。此人是一名气武双修的高手。郑凡与之缠斗在一起，百招过后，道士恢复了点真气，再次掐指凝聚能量。左继谦深知此招的凶险程度，急忙大声提醒郑兄小心，快躲开！但这能量速度奇快，毫无防备的郑凡闪躲不及，眼看就要饮恨当场。下一秒，他胸口的魔丸散发出恐怖的威压，一股狂暴的能量涌出，魔丸凭空而现，周遭魔气滔天。只见他竟直接将道士激射出的能量一口吞下。郑凡也没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会在此时出现，但魔丸吞下能量后，似乎还意犹未尽，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郑凡。他生来乖巧，却不曾听过父母喊他一声儿子。作为九世怨婴的他，每一世都被家人抛弃，从而嗜杀成性。而他竟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年轻人创造而成。就在郑凡生命即将受到威胁时，他出现了，一口就将对方激射出的能量吞下。
打了个饱嗝，掏着牙缝，一脸意犹未尽。这一操作立即将黄袍刺客和左季谦给惊住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眼看自己的亲儿子出现，郑凡瞬间有了底气。而在黄袍刺客眼中，他对面只有一块石头，散发着滔天魔气。刚自己那一刀劈在这块石头上，已碎成2半。心想怪不得此人功夫不咋地，原来有一绑压身。下一秒，他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只见魔丸催动符石，带着恐怖的魔气朝他急射而来。毫无悬念，他立刻人手分离领了盒饭。这时郑凡兴奋地大叫：“干得漂亮，儿子啊！”但魔丸却回过头表示：“你这废物老爹活着能有什么用？还是杀了吧。”说罢，符石带着破空升级速朝郑凡射去。阿明见状，急忙一掌拍向在旁看戏的左季谦，见他倒地晕死过去后，这才大声喝止：“魔丸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”此时符石停在郑凡额头1-2寸的地方，恐怖的魔气扑面而来。他是你亲爹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主上若有闪失，谁都别想好过。魔丸神情一阵变动，最后一阵阴笑：“我这可是听命行事。”随后指向郑凡，他亲口说的：“砸！”郑凡一阵无语：“我特么让你砸我了吗？”此时南望城正有大军压境，兵临城下，城楼守军大声呵斥：“来者何人？何故冲击城楼？”这时一通兽吼声传来，只见一只身形巨大的皮兽缓缓上前，他驮着一名身披鎏金甲胄的中年男子，此人正是与镇北侯齐名的靖南侯田无尽。本侯听闻城中有叛军集结，特此率军平乱，如有阻拦者，视为弃党羽，格杀勿论。不多时，总兵府内靖南侯的军队已将此地清理出来。一名副官上前禀报：“侯爷，刺客已全部伏诛，共计26人，还有几个死士已服毒自尽，连总兵府都成了贼窝，可见整个南望城还有多少刺客潜伏。传我命令，全城搜捕，凡有牵连者，抄家灭族。”副官又提醒说，此次有2名守备大人在场，是他们率领护卫全部斩杀了刺客。田无尽饶有兴趣的回应：“哦，带他们来见我。”片刻后，郑凡和左季谦2人来到总兵府大厅。郑凡想不到会被靖南侯亲自召见，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。2人来到田无尽跟前，立即单膝跪下拜见侯爷。田无尽先是转过身问了左季谦的家事，左季谦当即承认自己是虎威军左家的人。郑凡听着2人对话，判断这左家应该是个大家族，连侯爷都亲自过问。随后田无尽话锋一转，问向郑凡：“30郑家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回侯爷：“毫无关系。”田无尽眼睛一眯：“那你来自哪里？”言下之意就是让郑凡表明他是属于哪方势力。郑凡心中一凛，这位也可不像许文祖那么好糊弄，于是151说自己有幸的镇北侯府赏识，为其效命。田无尽这才放下疑虑，尸体都验证了吧？刺客可有遗漏？左季谦立即抢公司的回应说，还有1名女刺客不在其中。田无尽情绪并未有过多起伏，反而问向一旁的郑凡：“你说呢？”郑凡暗自一喜，看来自己猜对了。随后在左季谦惊惧的目光中大喊道：“末将从未见过什么女刺客，所有贼人全部伏诛，无一漏网。”他是大燕王朝靖南侯，同时也是天下第一的绝代天骄。单是田无尽这个名字，就足足镇守南方边境几10年，不被外敌侵袭，甚至为了稳固朝政，不惜自导自演一出刺杀的戏。但这样的阴谋却被郑凡敏锐察觉到了，于是他当即表明立场，说刺客已全部伏诛，无一漏网。田无尽嘴角扯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：“你们一个说有漏网之鱼，一个说没有，本侯到底该相信谁呢？”此刻左季谦已是满头大汗，自己早该想到这灵堂刺杀案刚发生，后脚靖南侯就率军入城，这其中怎可能没有猫腻？而这个姓郑的居然瞬间就明白了这一点。郑凡大声回应：“左手被追杀刺客时脑子受创，应该是记错了。”田无尽很满意这个回答，脑子有病就回去好好治疗，不要胡言乱语。随后大马金刀坐下。作为边境之地，南望城过得太安逸了，很多人以为前国不敢进犯大燕。初代镇北侯确实是将他们打痛了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再深的伤口也早就愈合。而好日子过久了，其中某些人也就开始忘本了。果然如同之前他和瞎子讨论的一样，燕国要起大动作，皇帝和镇北侯根本就没有间隙，而是故意摆出对立面演戏给众人看而已。这位靖南侯则是暗地肃清门阀大家族，这是在为南征做准备。随后田无尽又抛出一颗炸弹，本侯收到消息，有一伙反贼潜入淮崖书院，2位谁能替本侯前去捉拿？郑凡丝毫没有犹豫，末将愿意领命。郑守备，你可想好了？那淮崖书院可是大燕读书人的圣地，连当朝宰相也出自那儿。即使你旁边的那位左守备乃至他背后整个家族都不敢和书院对着干。郑凡一脸不在乎，读书人喜欢讲道理，但末将不认道理，只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田无尽大笑，好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！你回去后，明天自有人联系你。末将领命。郑凡作为一个十足的草根，当下只能将自己和靖南侯这位大靠山绑在一起。待2人离开后，一只玉手扶上田无尽的肩头，没受伤吧？今天辛苦你了。而来人正是当天现身灵堂的女刺客杜鹃。你去查一下那个郑守备，看看他身后到底是谁。若真是李良亭的人就算了，若不是，先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吧。本侯要让书院那群俘虏知道，诗词歌赋、仁义道德在金戈铁马面前半文不值。当郑凡回到翠柳堡的地盘后，他当即找来瞎子将来龙去脉同他商量。瞎子表示这道军令接对了，这次靖南侯就是要找个背黑锅的来站在大燕文人的对立面，但却能抱住他这尊大腿，肯定不亏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：主上，听说您今日差点遭魔丸反噬。是的，可能他只是和我开了个玩笑吧。
瞎子一脸正色，还请主上将魔丸封存起来。当初属下让您将他带在身边，欠缺考虑了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况且他今日还救了我一命呢。您创造他，将他设定为九世弃婴，所以凝聚出来的怨魂最恨父母。万一他受了刺激，控制不住体内的怨气。郑凡一本正经的回答：我不信他真的会把我杀了。主上，属下很好奇，我们其他人都对魔丸有着本能的忌惮，但为何您却对他这么轻蔑？这么说吧，就像在小区养狼狗一样，哪怕邻居们怕得要死，但你就敢不牵绳让他到处乱窜，还恬不知耻地说我家的狗从不咬人。就在1天前，翠柳堡内，晋南侯田无尽派人上门通知郑凡前往书院捉拿乱贼，而眼尖的郑凡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名女子就是前2日大闹总兵府的女刺客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密谍司的统领。郑凡没有戳穿，看来自己猜想的果然没错，都是田无尽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劳烦杜姑娘带路，卑职已准备妥当。既然要去书院抓人，那自己这几百蛮族士兵可算得上对号入座了，就让那些俘虏跟我这士兵好好讲讲道理。不多时，郑凡已带着大队人马赶到了淮衙书院。杜姑娘，咱们现在是直接冲进去拿人，还是？杜鹃回应说：郑大人稍等。随后吩咐一名随从进去书院通报，让他们把人交出来。郑凡没有多说什么，自己只是前来配合背锅的，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交给密谍司吧。杜鹃吩咐完手下后，便准备下马等待，于是对着郑凡的士兵说：大伙们赶了这么久的路，都下马休整一下吧。谁知这些蛮人士兵却纹丝不动，个个屹立挺拔在马背上。杜鹃有些无语，自己只是出于好心，况且自己好歹也是一名领导吧，对方竟然屁都不放一个。随后对着郑凡一抱拳，郑大人果然领兵有方，是小女子唐突了。杜姑娘切莫见怪，这大中午的下马容易犯困，而且我们来抓人可要拿出气势。杜鹃看着这群只听令于郑凡的士兵，正手备大才，着实让小女子开了眼界了。心想这群蛮兵不仅装备精良，整体素质也不知比普通士兵强多少倍，这正手备如何训练出来的？趁着空闲，郑凡便打听问这好端端的书院怎么会包藏乱贼呢？书院经常会接待前国大儒来讲学，所以对某些人来讲，这里就是绝佳的藏身之地。郑凡明白过来，这就跟前世民国时期的地下党一样，两国即将开战，肯定要先拔除自己地盘上的钉子。这时方才派去书院的小兵被轰了出来，几十名书院学生齐声大喝：晋南军欺人太甚，敢在书香圣地撒野，斯文不可辱。郑大人，小女子算是没办法了，接下来就看您的了。此时这群学生还对着他们狂吠：同窗们，朝廷鹰犬怎能进入我们这圣洁之地，不能放他们进来。郑凡置若罔闻，掏了掏耳朵，询问梁成说：这群二愣子书生是在骂我们吧？杜鹃也是一脸无奈，已经不止一次来抓人了，每次都被骂了出来，关键还不能拿这群书生怎么样。郑凡目光一凛：你们密谍司这么文明的吗？这时一道声音传来：匹夫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！一名老者举着拐杖发出怒吼，身后学生高举着一块牌匾，此乃当朝宰相题字，老夫倒要看看谁敢上前。书院上下齐心，非生死断不可让尔等入院，仗义死节就在今日。郑凡越发感觉有趣，这些人一直都这么勇吗？那郑大人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这还需要我多说吗？随后他独自驱马缓缓上前，当他越来越靠近书院时，无形中带着强大的气场，几名书生吓得有些发怵，这带头的老逼灯却云淡风轻表示放心，他们不敢的。这时人群中一人站了出来，指着郑凡破口大骂：哪怕你今日马踏书院，但文人的血是流不尽的。郑凡一眼看出这人就是想出名跳出来炒作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下一秒一抹刀光闪过，空中的人头如皮球一般被抛起，郑凡提着砍刀漫不经心道：下一个谁来？这群人慌了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书院这等圣洁之地，竟有人敢当场行凶。其中一名书生带着哭腔高喊：杀人了！其余学生全都吓得屎尿纵横，纷纷作鸟兽散。这一刻，什么礼义廉耻、文人风骨，全都抛至脑后。就连那被称之为国之重器的书院院长，也在拥挤的人群中被绊倒，瞬间无数脚印踩在他身上。可笑的是，他平日教书育人，如今却要被自己的学生踩踏致死。郑凡看着这一幕，没有丝毫怜悯。这群人只活在美梦中，可真当刀口落下时，他们才会发现人心是多么丑恶。随后他刀一挥，所有人全部拿下，如有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做完这些，他缓缓下马，来到老者的尸首前。梁成，你说说，年轻人觉得世界美好也就算了，这老贼一把年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。主上，这老东西刚刚可是躲在最后面起哄的，但最先踩死的就是他，可还真是讽刺。这群人也就太平日子过久了，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这天下是文人的天下，真是可笑啊。就在这时，郑凡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今日可以说是把当朝宰相的母校给踩了，他不会怪罪我吧？杜鹃回应说：郑大人放心，宰相大人素有容人之量，毕竟宰相肚里能乘船吗？您说对吧？郑凡当即反应过来，懂了，也就说他明面上不会找我们麻烦，背后玩阴的是吧？一刻钟后，书院庭院内一群书生被蛮兵围了起来，其中一个傻缺还在口嗨：你们这样简直有辱斯文，要是被当今圣上得知。话还未讲完，他就被一只大手摁住脑袋，紧接着狠狠砸在了地上。这人指定是脑子缺钙，到现在还看不清形势。其余人见此情形，纷纷大气都不敢出。杜鹃拿着名单念出薛楚贵、赵明阳两人。郑凡问
这两人就是前国的奸细吗？在得到肯定后，他往人群中随便一指，一名书生顿时一惊，不敢置信居然点到了自己。我是不会出卖同窗的。文人气结导致他还在嘴硬，但中气明显不足。郑凡不紧不慢点上一根蚊香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打算问你什么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砍了！顿时一名蛮兵将他压倒在地。就在大刀即将砍向他脑袋的那刻，这人吓得屁滚尿流。我说，但他并没有开口的机会，下一秒血光四溅。这时郑凡轻咳两声，蛮兵立马会意，又从人群中拉了一个人出来。这人明显有了前车之鉴，直接开口回应说知道，他们两人就在这里。谁知郑凡却表示自己最痛恨这种卖友求荣的人。梁成，他交给你了。主上，你确定？我可是饿了很久了。当然确定，你离远点，别坏了大家的胃口。下一秒，这名书生在绝望的呐喊中被梁成提走。你们继续，我把他抓进那边树林里拷问一下。半晌后，其余众人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在树林那边传来的惨叫声说明了一切。眼见自己的威慑也差不多了，杜鹃姑娘接下来交给你。他们已被吓破胆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很快天色已到黄昏，郑凡一行人也完成了任务，准备驱马离开。主上，今日怕是要背负许多骂名啊！郑凡拍了拍梁成的肩头，咱们本来就是替人来背锅的，这样才能得到重用。为了混口饭吃不容易啊！况且咱们这群人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要搞事的，免费的宣传不要白不要。那主上，咱们现在是回去了吗？郑凡闻言一顿，我们大老远骑几个小时的马，就为了欺负一群俘虏？这里正值边境，老子一肚子气没处撒呢，更何况现在兵强马壮。走，咱们去前国溜上一圈。以几十兵力，竟妄想攻打这座敌国冰堡。僵尸梁成劝阻郑凡这等做派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难道主上是和瞎子商量好的才决定攻打这座冰堡吗？郑凡没有回应，梁成也猜到不可能，否则必定会派擅长偷袭的刺客薛三前来。郑凡缓缓下马，经过白天的事，很快麻烦就会找上来。虽有靖南侯这棵大树，但我们还得有军功才行。当然最关键的是我手有点痒，虽然我这人一向喜欢苟着，但现在手上有点资本了，我心里就躁得慌。况且今天欺负那群俘虏，替靖南侯背了黑锅，我心里很不爽。梁成明白过来，所以主上这是想找前国人来出气，但毕竟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。况且郑凡身边除了蛮兵，7大魔王就只有梁成一人在场。郑凡一眼看穿，少来，你难道咽得下这口气？说实话，虽然很危险，但却很刺激，我喜欢。所以嘛，咱们来这个世界本就是要搞事情的，况且只是去试探，不行就撤。转眼间，郑凡几人就已来到城墙底下。这时他不禁感慨，如果当时他在前国醒来，而不是在燕国，或许今日伐城的对象就会改变吧。郑凡对着梁成指了指，既然别国都称我们为燕蛮子，那就做一做蛮子会做的事吧。随后他们顺着城墙攀爬向上，悄悄溜了进去。梁成锋利的指甲直接插进城墙里，所以他第一个爬上去，紧接着四处观望了下。眼见郑凡跟上，他示意有点不对劲，怎么一个守军也没有？紧接着几人又偷偷摸摸来到一处灯火通明的房间外。这时里面传来一阵少儿不宜的叫喊声。郑凡有些吃惊，这可是在军营，怎么弄得跟昆院一样？主上，怎么搞？直接冲进去还是？可郑凡却趴在窗户仔细听了起来，这叫声太过职业化了，跟我家四娘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啊！就在几人听得入神时，一名小兵提着裤子出来，正巧发现了他们。然而这老哥并没有多大反应，反而问他们哥几个怎么不排队？排你大爷！郑凡直接上前一刀斩了他，随后对着众人下令动手。2分钟后，屋里便被他们一群人控制起来。郑凡提着砍刀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你们谁是头？其中一人浑身打着筛子。大人，我是这里的保长，赵长贵。郑凡随后一指，这群女人是怎么回事？躲在墙角的女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。军营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所以小人在这开办了这个营生混口饭吃。郑凡抚额有些无语，今日之事代表着燕国向南打响的第一枪，此事今后肯定会传出去。堂堂大燕国翠流堡守备，第一次向前国开战，竟是打下一座昆院。就在占领前国边境一处堡寨过后，手下蛮兵望着俘虏的女人露出野兽的光芒。郑凡一眼看穿这群蛮兵想女人了，毕竟长期压抑欲望，他们早就快憋疯了。蛮兵们疯狂点头，只要得到主上默认，他们会毫不犹豫扑向他们。可郑凡却笑眯眯地回应，不论是燕国还是前国的女人，你们谁要是碰了，我让你们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。闻听此话，蛮兵立即跪下认命，无敢不从。郑凡还让其转告其他人，谁要是敢违命，直接就地正法。带出了屋子后，郑凡问梁成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？毕竟在这个世界，俘虏等同于战利品，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。梁成表示主上不论做什么，尔等听令便是。且当初在没家务时，瞎子和他就已经给这群蛮兵洗脑，将郑凡塑造成魔王形象。不论郑凡下令做什么，他们都会无条件顺从，哪怕能听到郑凡说话，也会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。郑凡心想，看来自己还是太小看这群魔王了。随后表示，现在就这么回去，他还是有些不甘心。虽说名义上攻下一座堡寨，但实则水分极大，回去说不定瞎子指不定怎么嘲讽他们。所以他决定继续率兵南下，要好好体会下真正打仗的感觉。随着战马的铁蹄声，一行人再次启程。他们没有任何目标，继续向南侵入。不久后，一座城池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郑凡当即下令部队散开，哨兵前去探探虚实。这次他可不希望刚打下一座基堡，
这又会是一座押宝。而这座城池居然未关城门，但仅凭他们区区几十人想攻下，无疑是痴心妄想。考虑到郑凡的安全，梁成提议自己先带领部队前去冲阵。不过这个提议立马被郑凡否决了。好不容易逮住机会，要玩一起玩，要玩也一起玩。梁成还在身后劝阻，郑凡却问你这是真心话还是违心话？梁成丝毫不掩饰，违心话。入夜城池却不关门，这等机会不试着冲冲属下还真有点不甘心。连燕国边境的防线都改养鸡了，这钱国也好不到哪去。梁成当即拔出长刀，主上您一定小心，这次是我们太膨胀了。郑凡侧身一笑，这可不是膨胀，是前国人给了我们太多自信了。老头本是开国大将，如今却成了一名边陲守兵。100年的和平让国家丧失危机感，这几年他不停上报要求巩固边防，甚至应对那些文官，而他的官职也一降再降，成了最底层的小兵。现如今连自己的儿子也成了顶头上司。儿子不明白父亲为何宁愿在城门上挨冻，也不愿和官员们熟络。而作为8品武夫的老头自然不惧这点寒冷，真正让他心寒的是朝廷对边疆的态度。以前北边的燕国尚有蛮族牵制，可那燕国镇北侯横空出世镇压了蛮族，燕人腾出了手会干什么？现在锦州城这座边境重镇，所有士兵全被当成苦力，连兵营都被拆了当仓库，这样的兵打什么仗？儿子却一脸不在乎，那燕人都忙着和咱们做生意呢，有钱赚还打什么仗？殊不知远在1公里外，郑凡一群人正对着锦州城虎视眈眈，用400骑攻打一座边境重镇，我这是被你们带坏了呀！梁成打趣说：“主上，我们是您设计出来的，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”郑凡表示：“你越来越皮了，玩笑开过，咱们该办正事了。”郑凡高举长刀，众兵听令。之前我不让你们碰女人，但今天在这座城里，我让你们酒肉管饱。说罢刀一挥，给我杀！这群蛮兵顿时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充满战意，嘴里高喊无辣。郑凡不用猜都知道是樊丽那个憨批教他们这样喊的。灯火通明的锦州城，来往还在通商的路人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喊声，待他们看清，已是亡魂皆冒，是燕人。沉寂100年的和平终于被这群燕蛮子打破了。城门上老头看着这群骑兵，深感不妙。儿子还迷糊地认为他们的马早就当骡子用了，哪来的骑兵？待反应过来，顿时惊在原地。燕人，他们真的来了！老头一脚踢了过去，愣着干啥？赶紧下令关城门，随后直接提枪跳了下去。要是被燕人夺了门，锦州城就完了。他看见城门守军乱作一团，对方骑兵还没到，他们的人已经先崩溃了。这时敌方已军临城下，他高呼守军不要跑，随本将阻拦燕狗。奈何他如今职位根本调不动兵，且守军毫无士气，更重要的是其他人连兵器都没有，如今只能靠自己阻截燕人，争取时间关上城门。他纵身一跃，浑身爆发出气机，以雷霆之势率先解决掉一名蛮兵。趁此期间，他回过头望向城门，心中止不住的骂娘。城门口早已乱成一锅粥，人们都在相互推攘。这群饭桶怎么还不赶紧关门？眼见又是一群蛮兵，气势汹汹杀到，无奈他再次凝聚出血气，长枪势如破竹，宛若游龙，硬是以年迈之躯瞬间将3名蛮兵挑飞下马。这时一股浓郁的危机感传来，只见僵尸梁成邪魔王之势朝他攻来，血红色的煞气几乎要将他淹没。老头端枪迎了上前，带着老骥伏枥的意志和梁成对碰到了一起。下一秒刀光闪过，梁成的刀瞬间划过他的脖颈，随着自己的头颅抛向空中。他知道完了，锦州城彻底的完了，因为刚被抛飞的瞬间，他用眼角余光看到了郑凡凝重的表情和那还未关上的城门。郑凡居高临下看着脚下这颗人头，果真是老骥伏枥，前国也并非没有人才。他不禁想到前世一首诗：壮心未与年俱老，死后犹能做鬼雄。这点和当初的沙拓确实何等相似。一名蛮族士兵默默走上前，看着老头的尸首一言不发。下一秒，他将老头轻轻捧起。郑凡不解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主人，这老者是真正的勇士，我们蛮人敬重勇者，哪怕对方是敌人。郑凡释然，随即下令他将老头和其他战死的族人都带上，去先前埋伏的地点等待会合。梁成在一旁提醒说：“主上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前国人大概以为我们只是前锋军，所以才方寸大乱。若醒悟过来，发现咱们只有这点人马。”郑凡当即不再磨蹭，驱动战马，兄弟们，随我入城。一路上他们过关斩将，许多不明所以的士兵还未反应就被斩杀了。终于，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此行纪念品商店城主府。梁成开口说：“希望这次别又是一座机堡。”闭上你的乌鸦嘴，给我砸门！2名蛮兵冲上前，狠狠砸了起来。配合外面的弓箭手一套下来，井然有序，无数箭矢朝府邸内射去，顿时里面传来声嘶力竭的惨叫声。郑凡从声音分辨出里面应该有不少人，难道避难的都逃进这儿了？给我继续砸！随着2名蛮兵的持续输出，门也被撞开了，院内无数护卫被乱箭穿心而死。一个处于国境边界之城，防御竟如此松散，若当年的镇北侯犹在，恐怕前国早就灭亡了。这时房间内传来一阵诗歌：国破山河在。看来他们的文官还是有些气节的。这个时候，歌以咏志想必是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。梁城复合，任何国家朝代不免有那么一群刚正不阿的文官，如此甚好，比再扫一座机堡更有成就感。别再提了，这事不要说出去，否则瞎子薛三他们不知会怎样编排咱们。走吧，咱们去见识下前国的文人风骨。
打开门后，郑凡和梁成顿时惊了，尼玛，里面那些所谓的官员正在纸醉金迷，一股淫靡之气扑面而来，而眼前这哥们明显嗑了药，神志不清，外面杀伐不断，里面却在莺歌燕舞。郑凡扶额一阵无语，老子大晚上不睡觉跑来攻城，怎么净做些扫黄缉毒的事？他并没有在杀人，只是在城门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，毕竟还得靠这群人给自己宣传。如今该干的都干了，再敢深入恐怕真就是找死了。于是郑凡便准备率领众人回去，真没想到偌大的锦州城围有一人敢向他们亮出兵器。别了，只有一个男人的城。可下一秒，郑凡汗毛直立，浓郁的危机感莫名升起。只见一道羽箭呼啸着破空而来，在郑凡惊悚的目光中稳稳射进了他的胸膛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我杀了一个烟蛮子。在前国，武将想要往上爬，必须得做文官的狗。自己的爷爷当年就是因为不服文官，才惨遭陷害。而自己从小没有练武的天赋，只能从文。作为武将世家，说不定能混个儒将当。但父亲继承了爷爷的练武天赋，脾性更是一分无二。这些年因与文官对立，从一品武将贬成守城小兵。这时蛮兵已经发现了他，提刀向他袭来。男人深知今日难逃一死，这一刻他才明白父亲和爷爷是对的。文官误国，文官误国呀！这锦州城能提刀的何止数千，却被敌军200-300人冲破。爹，您先走，孩儿随后就到。一道刀兵入体的声音传来，战斗结束。与此同时，中箭后的郑凡并无大碍，他一把将羽箭拔出。瞎子之前让我不要把魔丸带身上，但今日自己中箭的位置正巧落在放置胸口的魔丸身上。儿啊，你今日又救了爹一命。这时手下的蛮兵提着一颗人头前来请示郑凡，看来自己还是大意了。刚说这座城只有一个男人，马上第二个就冒出来了，不过也就2个而已。他将老头和他儿子的尸体埋在土丘上，就让彼此做个伴吧。半个时辰后，郑凡一行人疾驰在回去的路上。梁成提议绕路而行，毕竟他们一群人在前国边境内太过招摇，说不定路上已有埋伏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向着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。不多时，梁成发现不对劲，这一路上他们声势浩荡，前国竟然没有任何一处放狼烟示警。郑凡闻言一惊，这一路正如梁成所说，平静的让人心悸。看来前国已经设好埋伏圈了，他们也并非全是饭桶。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梁成再次提议先绕几圈，然后突围出去。这时一名蛮兵探子上前禀报，主人，东面2公里处发现一队马车，不是商队，反而像是运送着什么贵人。郑凡当即会心一笑，咱们去看看，送上门的人质不要白不要。转眼间他们已来到车队跟前，这么多护卫，看来对方身份不低。梁成请示冲锋，毕竟郑凡除了喊声乌拉，其他啥也不会，所以这种事交给梁成去干还是比较靠谱的。下面的车队还没发现危险，悄然而至。马车内，一名少女埋怨说自己不想嫁给司徒家那个病怏怏的书生，还说那哥们大冬天一边咳血一边穿着单薄青衫作诗，这不纯脑子有泡吗？突然他发现马车外有异响，只是往窗外看了一眼，他便指着窗外，娘，这种男人才是女儿想找的夫君。待其母眼神往窗外一瞅，顿感大事不妙。只见梁成一马当先，身姿卓越，大手一挥，放箭。月色下无数箭矢如马蜂窝般呼啸而来。不多时，家里的护卫全都被屠戮殆尽。清理完战场后，梁成来到马车跟前，发现这马车内哭得梨花带雨的母女俩，不禁让人生出曹贼之意。梁成缓缓伸出手探进马车内，女孩仿佛认命般紧闭双眸，脑海中幻想无数次接下来的画面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大逼都重重地扇在他脸上。殊不知梁成心里想的却是主上应该不喜欢小萝莉。他的母亲目测30来岁，虽然比不过四娘，但也算风韵犹存，应该是主上的菜。女孩见梁成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母亲身上，急忙抱住他，请求放过母亲，自己什么都愿意做。可下一秒，他就被抽翻在地，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输在哪里。入夜后，郑凡和那名少妇端坐在篝火旁，从女人口中得知他们是边关节度使的家眷，还承诺只要郑凡放了他们，就可以从他相公的房区经过。郑凡吩咐手下带其下去后，点上一根蚊香，陷入沉思。梁成很是不解，已经有了这么好的筹码，主上还在担心什么？阿成，我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原路突围出去比较好。你我都见识过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一面，纵然这女人说的是真话，但她丈夫真的会那么做吗？况且我又没和她丈夫睡过，怎么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个情种？明日一早带上这对母女，咱们突围出去。虽然他们在咱们手中作用不大，但若交给镇南侯或者密迭斯手上，说不定能挖出前国的一些秘密。明天的追兵肯定不少，若真突围不出去，咱们也还有倚仗。前国在边境大规模调动军队，我就不信他晋南侯会一无所知。待郑凡离开后，梁成背后传来少女的声音：“壮士，您累了吗？”突然，少女从背后一把抱住梁成，言语中尽是挑逗。见梁成不光举止冰冷，身体也更是冷冰冰的，于是他开口询问：“你是不喜欢女人，还是身体不行啊？”他直言说父亲让他嫁给一个书呆子，他不愿意，反而更喜欢梁成这种铁打的汉子。梁成语气冰冷：“白天你家护卫全部战死，如今你却有心情谈情说爱，这有什么？他们吃我家饭，当我家的差，自然得为我卖命。而且你在燕国应该也不是什么大官，还不如入赘我家，让我爹给你关当，我给你生孩子如何？”梁成听后一把攥住少女的手，止住了她接下来的动作。在两人目光对碰之间，女孩高兴地以为梁成同意了，谁知梁成杀机外泄，说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与此同时，单独在一旁休息的郑凡，一道轻微的脚步声惊醒了他。
这么晚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女人扭捏的表示自己很害怕，希望郑凡能放过他们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嗜杀之人，只要你们乖乖配合，我保你们平安无事。女人听后急忙说会好好配合，并且愿意做任何事情。说罢，她俯身压向郑凡，神情妩媚地说可以做他的痉挛。然而另一只手却悄悄攀上一旁的刀刃。郑凡闻着女人身上的异香没说话，终于他抓住机会，趁对方不备痛下杀手。但此刻的郑凡却发出一阵轻笑，胸口的魔石爆发出狂暴的能量。女人自知大事不妙，下一秒她就被掐住咽喉提了起来，而郑凡发色迅速变白，面目狰狞，似乎变了一个人。这时魔丸的声音响起：你想杀我爹可以，但你想当我娘，那我可就不答应了。一旁的梁成一眼看出郑凡此时是被魔丸给附体了，当即厉喝：魔丸，你想干什么？谁知郑凡侧目盯了一眼梁成，你这个废物！说罢，手中稍微用力，那妇人便已归西。妻女见状，立马飞扑了过去，嘴里大喊娘亲，然而却被一旁的梁成一记手刀给击晕。此时郑凡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魔息，强烈的负面情绪扑面而来。梁成语气冰冷：魔丸，从主上的身体里滚出去！谁知被魔丸附体的郑凡口中直接蹦出两个字：废物。虽然魔丸在七魔王中实力是最强的，但同为魔王梁成怎能受这气？给你脸了是吧？这时郑凡轻喝了一声：阿成。他恢复了一半神智，右眼目光柔和地说：我相信魔丸。梁成有些吃惊，这魔丸如此大逆不道，敢上身主上，为何还要相信他？下一秒，郑凡凭空漂浮起来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盯着梁成，伸出食指杵在梁成脑门上：你这个废物！梁成怒极反笑，瞬间引动全身血气。好啊，那你就给我证明下到底谁是废物！下一秒，郑凡原地爆射升空，梁成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怎么跑啊？只见郑凡的身影突然砸在不远处的草丛边上，顺带着几名敌军探子被掀飞。梁成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被人监视了，所有人赶紧上马准备突围。看来魔丸这次苏醒是因为他感应到了真正的危险，很可能让他们一群人全部葬送。这都是因为自己对战局判断失误造成的，难怪对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怨气。不远处的一座堡寨内，前国大将楚凤九被一旁的副将恭围着。将军好算计，这次功勋应该是十拿九稳了。希望将军腾飞之日切莫忘了小人了。楚凤九一番斜视，你小子家世显赫，还在乎这点功勋？随后话锋一转，燕国靖南侯在银浪郡将咱们潜伏20年的探子全部斩杀，明显是燕皇害怕他与镇北侯冲突时咱们趁虚而入。但这燕国几百骑连破咱们2座城池，若是让他们平安回去，那他燕皇还以为咱们好欺负，说不定和镇北侯联手直接起兵前国。所以为了大前边疆，绝不能让这支小队活着离开。燕人始终看不起我前国，当年一战我们的银甲被自己的鲜血染红，其二便是嘲讽我们银甲为喜欢送妻女给文官以求高升，殊不知唯有如此咱们武将方能有出路，且妻女还会带回来有用情报。如今燕人那支小队咱们先指为不公，待大军赶到再一口吃下。小子，你带兵去吧，到时候军功下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，只见郑凡浑身魔气腾腾，缓缓走进军帐中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楚凤九一把将刚才准备提拔的下属推了过去。下属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什么状况，直到一只利爪穿过自己的胸膛，生命力在急速流逝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狗日的将军是把自己当成肉垫子了。随着鲜血洒落下地，一声笛息响彻整座军营里。看着郑凡这一副宛如地狱魔神的面孔，楚凤九不由得全身打哆嗦。这名身穿燕军铠甲的人是如何闯进来的？当下只能殊死一搏，待守卫赶到，此人必死无疑。然后他一刀仿佛挥在空气中，不知何时郑凡已经闪身来到他跟前，狰狞的面孔不禁让人窒息，一脚踢出势大力沉，随着铠甲碎裂的声音，楚凤九整个人倒飞出军帐30米远。此间他无比震惊，这人刚才一击并未引动血气，也就说他纯靠肉体力量就能蹂躏我这个8品武夫。这时周围的亲卫已经迎了上来，将郑凡团团围住。楚凤九明白自己这副身子恐怕是要废了，但今日此人必须死在这里。殊不知梁成此刻正带着蛮兵已经赶到，而银甲卫早已不是当年前国太祖皇帝夺天下的那支清军了，在这支精锐蛮兵面前无疑是螳臂挡车。此刻梁成高声呼喊，不要恋战，向北突围。随后抓起郑凡冲了出去。主上，还好魔丸昨晚提前发现了前国的探子，再晚一点我们就被包围了，只要穿过前面的堡寨，咱们就能平安回到燕国。郑凡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大爷的，这种时候不要奶自己好吗？眼看前方就是燕国的边境线，疾驰的马蹄突然停了下来，只见前方前国大军已经杀到。主上放心，咱们还可以从侧方冲出去。随后侧方位也被敌军包围了上来。狗日的毒奶良城！郑凡心中止不住的妈卖批。如今他们已被团团围住成犄角之势，但他们只为不公，看来是想劝降咱们抓活的。郑凡深知自己这群人在前国境内杀了那么多官老爷，如今对方只是想套出点情报再动手罢了。果然敌军派出一名文官上前来与他们交涉，郑凡独自上前，目前能做的只能是拖时间罢了，毕竟奇迹是靠争取出来的。临走前他对梁成说，虽然自己对燕国也没什么归属感，但今日无论何种选择都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待会儿我上前会砍了那文官，吸引他们注意，你带兵跑路吧。但僵尸梁成听后很是无语，老子们7个是你创造的，你死了我们全都得原地暴毙。说罢梁成缓缓上前，
至少他们7个得死在郑凡的前面。与此同时，在前国大军这一方，一名小官恭敬询问上级为何对燕国这支小队只为不杀。前国边疆杨太尉趾高气扬回应：那燕国内战在即，如今还有燕贼胆敢来犯，这其中玄机若不查明，我怎能往上交代？我已知晓你妻女遭他们遇害，但作为臣子，切莫意气用事。原来此人正是郑凡前2日截住的那对母女的丈夫父亲。男人只得连忙下跪领命。杨太尉这边表示，他们肯投降，说出情报，无论开出什么条件都答应。交涉官一时间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打断。燕贼没几天安生日子过了，套出情报后格杀勿论。郑凡对局势看得很透彻，今日怕是难逃一死了。随后对一名蛮兵下令，给老子射死他们。只见那名交涉官瞬间当场毙命。郑凡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缓缓抽出长刀，然后又对着手下怒吼道：全都跟老子学着，大声喊出来，我大燕将士誓死不降，大燕皇帝陛下万岁，靖南侯千岁。这时手下仿佛就跟打了鸡血一般高声呼喊，士气到达了顶点。反观前国杨太尉这边坐不住了，庶子而敢，已是瓮中之鳖，竟还敢如此狂妄。随后当即下令众将士一个不留，杀。然而正当前国所有士兵向前冲杀之际，一声虎啸竟然掩盖住战场的马蹄声。杨太尉大惊，听到声音后的郑凡并没有太多意外，他知道今日应该是死不了了。只见山谷周围突然涌现出密密麻麻的燕国大军，为首之人正是靖南侯田无敬。杨太尉见到此番阵仗，不由得慌了心神，立马安排手下传话过去，质问对方是否要置两国邦交于不顾，可敢承担开战的后果。然而手下的人早已被吓得不停打着筛子。这时传话小兵急匆匆地赶了回来，大人，对方乃是燕国靖南侯亲临，要我们撤开包围，让那支燕军回去。杨太尉闻听此话，立刻吓得亡魂皆冒，来人竟是靖南侯田无敬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，若真放走那支燕军，自己恐怕交不了差。这时小兵又回应说，那靖南侯还放了话，如今燕皇身边内侍不够用，若我方一炷香内不放人，就将太尉身上的毛拔干净，新腌入燕国皇宫服侍燕皇。他就是大燕王朝镇国柱石靖南侯田无敬，仅凭一语之力就能让100万敌军退兵，救郑凡于水火之中。然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经过一番彻查后，发现翠柳堡内无端少了300骑兵。田无敬当即明白郑凡这是替自己背了黑锅，所以将怨气都撒到了前国人那边去了。转念想，难道他们的计划被这小子提前洞悉，所以想抢头功？随后当即下令调查暗中支持郑凡身后的人是谁。这时田无敬和杜鹃判断此人身份非同一般，毕竟还没有哪家门阀敢往他靖南侯身边安插人手。此人定是皇子，且大皇子和2皇子手握禁军，乃是朝中焦点，应该不会这么贪心。老3得维持自己的文人形象，至于老4、老5则完全没有立太子的可能。老7年纪还小，那唯一人选只能是老6了。就连陛下也说过，诸位皇子中最像他的就是老6。这时杜鹃不禁疑问，难道6殿下不怕被您发现吗？田无敬长舒一口气，当年小六子初露锋芒，就被陛下暗中安排被灭了母族满门，正是自己带兵执行的，连皇妃也被赐死。至此后，小六子就开始声色犬马了。他很聪明，知道我会帮他隐瞒，毕竟欠他外公一家的血债。杜鹃有些着急，侯爷，2皇子可是您的亲外甥，难道您要帮外人？田无敬默默起身，本侯对楚军之争并无兴趣，但这个人情却不得不还。老爷子已经答应了咱们的婚事，等这趟回去咱们就成亲。说罢，一把将杜鹃搂入怀中。此时他满脸羞涩，老爷怎会同意侯爷您娶一个密迭斯的女探子？田无敬立即发出粗狂的笑声，本侯做事何须他人同意？又一把捏住杜鹃的小脸，寓意亲芳泽，然后又潇洒转过身，咱们走吧，再晚点那小子怕是就真没命了。来到陪伴自己多年的坐骑身边，你说那小子还活着吗？只见那头皮兽竟口吐人言，那就看侯爷还想不想让他活着了。田无敬对郑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到底是怎样的人能让老6不惜用掉本侯欠下的人情？但是转念一想，我燕国的兵就算把天捅破了个窟窿，也轮不到他前国人来指手画脚。前过督军杨太尉见来人时，田无敬也无奈长叹一口气，他明白今日无论如何也杀不了郑凡了，于是下令手下放人，还恬不知耻的要送上伯礼赔罪。郑凡一行人眼见敌方撤军，心中的石头也落下来了，周围所有靖南军都对他们投来尊敬的目光。郑凡心里很清楚，接下来就要迎接考试了，于是让梁成赶紧将此次行军的看法说出来。面对田无敬这个老狐狸，自己若说错半分都会有性命之忧。这时马车内传来田无敬的声音，那个叫郑凡的，给我进来。郑凡闻言一惊，对旁边的士兵说，兄弟，麻烦搭把手。在他的搀扶下，郑凡这才上了马车。长时间的奔袭再加上磨完附体带来的虚弱感，几乎要将他掏空。但此时可不是松懈的时候，因为面对田无敬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。然而对方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根本不鸟他。半晌后，田无敬才缓缓坐下，四坐，一股无形的威压自这个男人身上发出，而周围根本就没有位子，郑凡只得席地而坐。随后俩人便心怀鬼胎地拉起了家常。突然田无敬话锋一转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主动挑起两国争端，说前国那边是什么光景？然而郑凡却注意到密迭斯的女探子杜鹃竟和侯爷所处同一辆马车，这侯爷玩的花呀，口中却振振有词，前国边防乃是一群土鸡瓦狗，难阻我大燕之铁骑，他们虽装备精良，奈何毫无军心，不足为事。田无敬闻听此话饶有兴趣，
去。那你说前国那么弱，本侯为何不率军开战？郑凡却自顾自掰开手中的烤红薯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因为前国富，而我燕国穷。”并未到开战的时候。田无尽一怔，如此说来，你擅自撩拨前人，岂不是给对面提醒了？郑凡嘴角一撇，看来自己蒙对了，不慌不忙放下红薯，回侯爷，末将这次只是探探虚实而已，这点力度根本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田无尽没想到郑凡还有这等见解，如你之见，我大燕若想攻伐前国，应当如何？大军压境做佯攻，再派一支精锐铁骑指导前国上京，到时候主动权就落在咱们手中了。田无尽似乎听出了端倪，这个说法单靠本侯的靖南军可远远不够，我大燕还有30万镇北军呢。田无尽面色转阴，这是小六子告诉你的。郑凡反应过来，话说过了，当即下跪表示是自己猜出来的，镇北侯不可能反。田无尽可不信，面色彻底黑了下来。身为军人，四阶皇子可是要满门抄斩的，这很明显就是试探。末将救过六殿下，所以才结识的，他有忍者之风，末将十分敬重。田无尽一脸玩味，忍者之风？你怎么不说他有人主之风呢？郑凡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默认了。杜鹃当即厉喝：“你可知当今储君乃是二殿下？知道侯爷是二殿下什么人吗？”回侯爷，二殿下是您的亲外甥，末将不敢对侯爷有任何隐瞒。田无尽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你会不会学当初的镇北侯出兵帮小六子夺位呢？侯爷，单靠末将翠柳堡的500骑兵可远远不够呢。杜鹃也被逗笑了，从来没人敢在田无尽面前这么大胆。你是笃定本侯不舍得杀你才这么放肆的吧？很好，滚下去吧。郑凡抱拳谢过，今天这一关总算是过了。回到行军中和梁城探讨了一下，这靖南侯和镇北侯果然是同一类人，之前瞎子就曾推测过。如今燕皇、镇北侯、靖南侯他们的思想已空前一致，眼中只有国家和民族未来。这种人已经不能简单称之为政治家了，甚至可以在前面加个伪字。这3人战役对其他国家和咱们还玩个屁啊！毕竟乱世才是咱们活跃的土壤，若真让燕国一统东方，咱们就只能当一辈子顺民了。不过眼下咱们还在创业阶段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咱们回家从长计议。在经过一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后，其余魔王纷纷指责梁城这次和主上出去玩得开心吗？薛三更是一脸阴笑，语气不善。梁城有些无奈，这可是主上做的决定啊！谁知平日里铁憨憨的樊丽严肃回怼：“主上不懂事，你也不懂吗？”特么这樊丽说话怎么这么直接？不知道委婉一点吗？这时坐在太师椅上的瞎子借故支开樊丽，缓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。虽然樊丽说话直了点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主上若有不测，我们全都得陪葬。你倒好，跟着主上去浪，把我们留在家里等着暴毙吗？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梁城哪知道瞎子这个变态怕什么？老子最怕的就是突然莫名其妙的暴毙，没有一点仪式感和意境啊！与此同时，刚回到家的郑凡正享受着三娘的全套死活。主上您躺好，让四娘为您解解乏吧。1个时辰后，郑凡踏出房门，经过四娘这一折腾，貌似更加疲劳了。这时瞎子一脸玩味：“主上忙完了吗？咱们聊聊。”郑凡深知肯定被这个擅长精神探测的死瞎子透听了。随后两人来到后院，郑凡率先坐下：“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。主上这次应该是您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吧？有什么感想？”被戳穿的郑凡有些尴尬，这次确实是自己太冒进了，到现在还有些后怕。这时贴心的四娘盛来一碗面为郑凡解乏：“主上，虽然您作为我们的首领有一定的压力，但您也不要太勉强了，在这个世界开心就好。其实您作为普通人已经做得够好了，如果您需要找人说说心里话，可以随时找我，这样您心里会得到很大的缓解。”郑凡回应知道了，立马又问这次折损的人手可有办法补充。瞎子建议暂时不要想着扩充，若是引来靖南侯的不满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郑凡心里清楚，自己目前在靖南侯心里仅仅是有趣，若再私自招兵买马，会使其厌烦的。随后瞎子躬身表示还有其他事，便退下了。郑凡也放下碗筷，自己心里确实需要找人倾诉，但魔王们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对象。于是他再三思量，终于推开了躺在棺材里沙拓确实的房门。很多时候想倾诉，但很难找到合适的人，因为不想暴露真实的自己，又想把东西分享出去，这是一种矛盾。沙拓确实无疑是个很好的对象，他死了但又没死透，所以他能听到你说的任何话，但又永远开不了口，而且自己真的钦佩他。老沙你知道吗？这次我碰到一个前国老头，他和你很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郑凡摇摇晃晃起身，终于他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给了沙拓确实听。老沙，我知道你能感受到，你要是还活着那该多好啊！你是我郑凡来到这个世界唯一思念的人。今天就到这吧，下次再找你叙旧，晚安。可下一秒郑凡惊了，大爷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棺材内吸血鬼阿明回应道：“主上，我也是睡棺材的。沙拓确实在隔壁房间，您走错了。主上您别多想，我不是故意偷听，主要我也是睡棺材的。”郑凡满脸笑意：“不会的，最近我想提升下剑术，委屈你一下，给我当个陪练吧。”阿明听后立即反应过来，这特么是准备把自己当活靶子。半个月后，郑凡一行人翠柳堡大本营内，同为守备的左季谦浑身是伤，杵着拐杖前来拜见。郑兄，您能先别偷笑了吗？这次兄弟我可伤得不轻啊。郑凡心里大概已经清楚怎么回事，但还是一脸正色询问发生了什么。原来季郑凡去前国边境溜达了一圈后，回来便获得靖南侯赏识，他也有样学样，带着几百骑前往南边。可他却没有郑凡的好运，没多久就被2队前国骑兵包了饺子，自家骑兵全军覆没，在部下的拼死保护下才捡回一条命。他此次私自出兵违反军纪，更重要是折损了大燕的脸面，所以这次前来主要听说南望城新任总兵要来了，对面新官上任肯定会拿他开刀立威，希望郑凡到时候帮忙说几句好话。郑兄，如今你是侯爷身边的红人，除了你可没人能帮得上兄弟我了呀。说罢做事就要跪下，
可左季谦只是想装装样子，心里却想的是快特么服我呀！卧槽，怎么不服我？无奈他只得扑通跪下。虽然受了点屈辱，但若郑凡开口求情，自己的失职之罪必然大大减轻。郑凡故作惊讶：“左兄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这新任总兵究竟是谁？敢不给你左家面子？”只听左季谦悠悠回应：“这新任总兵是从北风郡来的。”说到底还和郑凡同源，曾在虎头城做衙，名叫许文祖。郑凡听到这个名字，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胖子身影，特么的自己好不容易才从北地调离，怎么又碰到这瘟神了？于是他默默扶起左季谦：“左兄，你可以派人去虎头城打听一下，这新任总兵与兄弟势同水火，这回我也难了呀。”数天后，郑凡一行人准备出城迎接许胖胖。不知道当初自己冒充镇北侯的人有没有被他发现，不过现在就算被戳穿，应该也问题不大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当即下令：“走，咱们去驿站等许文祖。或许他做总兵后，我们的日子会更加舒服。”很快，他们就赶到了驿站。许文祖要夜里才赶到，郑凡趁这个机会躺床上思考如何应对他。这时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一名体态丰腴的老鸨走了进来：“大人，夜里需不需要人作陪？咱们这儿新到一批小娘子。”郑凡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。可隔壁却传来薛三的声音：“老板娘，我要，我全都要，一样来一份。”郑凡无奈坐了起来。薛三这矮子怎么跟个色中恶鬼似的？平时也不这样啊！带他来到房间外，准备找瞎子聊聊晚上接待事宜。下一秒，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却让他一阵无语。只见薛三屁大点的个儿，一手搂着一个女人，笑得跟菊花一样灿烂。郑凡看着这一幕，不禁有些咂舌。这薛三作为暗杀之王，泡妞也是一把好手。这时薛三也发现郑凡正看着他，主上，要不给您也玩玩？郑凡一口回绝：“你玩够了，让瞎子来我房间里。”薛三若有所思摇了摇头，从2名风尘女子的腿上跳了下来。就当他独自走上楼梯的时候，发现有点不对劲，他立即将这个发现禀报郑凡：“主上，这客栈有问题。属下身材矮小且擅长轻功，走路时地板都会发出声响。可这客栈的妈咪上楼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里面一定有古怪。”这时，一名小厮前来汇报总兵大人已经赶到驿站了。郑凡立即联想到，应该是有人想对许文祖不利，撞上自己也算是他的救星了吧。半晌后，郑凡来到一处营地，劳烦通禀一下总兵大人，翠柳堡守备郑凡来访。听到他的声音，许文祖急忙迎了上来：“哈哈，郑兄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郑凡一脸正色：“大人，这驿站不太对劲，疑似潜入了想要刺杀大人的刺客，卑职是特意前来通知的。”就在这时，周围立即响起了喊杀声，但下一秒一道声音传来：“阉狗郑凡，血债血偿，拿命来！”特么就这尴尬了，原来是来对付自己的。郑凡强装镇定，保护大人，心里想的却是这些刺客太没职业素养了，杀人就杀人，哪那么多屁话？大人，咱们先进屋。很快他们来到房间内，郑凡一阵思索，究竟是谁要来杀我？这时2道利剑袭来，他急忙摁倒许文祖，这才堪堪捡回一条命。房门被冲开，几名刺客叫嚣道：“阉狗，拿命来吧！热烈的马，既然躲不过，那就来战吧！”说罢，他浑身爆发出气机，准备殊死一搏，手中刀一横，立马朝来人脖颈斩去。可那刺客身手也算了得，挡下了郑凡的攻击。就在战况陷入焦灼时，几名刺客脖颈处莫名其妙溅起了血花，来人正是薛三。主上，您没事吧？外面的刺客全都被我和瞎子处理掉了，这些刺客太业余，瞎子在外面守着谨防，还有后手。瞎子这边也有新发现，刺客所用的乃是前国的军弩，应该是前国人无疑。这时郑凡开口道：“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属下这就护送您回南望城。”许胖胖一脸鄙夷：“或许跟你一起才更危险吧？”瞎子目光凝重：“主上，驿站的老鸨并不在刺客里，看来刺客还有藏匿。”就在几人准备召集部队回城时，下一秒郑凡一脸震惊，自己所带的小队全都死伤殆尽。这时一阵笑声传来，驿站的那胖女人正倚在窗边：“你们的动作还是有些慢了呀，我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奴家可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呢。”说罢，他拍了拍手，4名风尘女子被悬挂在空中，毫无生气。酒店的妈咪原来是刺客假扮，就连白天服侍薛三的几个小娘子，夜里也被妈咪残忍杀害，炼制成人形傀儡。薛三很是愤慨，嘱咐瞎子照顾好主上，自己先去把本尊给干掉。瞎子认为他有些冒进，如果我是对方，我会把自己的真身藏在傀儡之中，这很可能是个陷阱。薛三哪管得上那么多，看老子先上去透了他再说。很快他就闪身到老鸨的跟前，手中的匕首冒着寒光，眼看就要刺进他的头颅。没想到下一秒，老鸨的七窍内喷出毒液，朝薛三激射而出。幸亏瞎子早已提前在薛三身上部署好后手，将薛三的身形拉了回来。毒液喷射在墙上，立即腐蚀出一个大洞。这一刻薛三也怒了，很久没这么刺激了，敢戏耍你爷爷我，下地狱吧！这时几名傀儡全都朝他围攻而去，薛三腾空而起，迅速斩断操控傀儡身后的无形丝线。本以为他们会不再受控制，可没想到这些傀儡继续朝他扑了过去。特么的，这个世界的人攻击手段怎么千奇百怪的？这时在一旁的瞎子打了一个响指：“骚啊！作为一名优秀的刺客，可不能让敌人影响自己的情绪。”紧接着对方一名傀儡身形迅速膨胀，然后原地爆炸溅射出毒液，其余傀儡全都中招，瞬间丧失了行动能力，最后只剩下靠躲在傀儡身后的本尊。我听闻只有在西方的魔法师里，有一类极为稀有的存在才能做到你刚才做到的事，刚才应该先对你出手的。瞎子满脸笑意：“是的，轻视我是你最大的败笔。”这名刺客好似也放弃抵抗了，
他从没遇到过瞎子这种靠精神力攻击的存在。突然，他闭上眼睛自语道：“陈大侠，你再不出手，我可就要被杀了。”瞎子和薛三都不以为意，对方应该是想拖时间，毕竟在擅长精神探测的瞎子面前，没人能躲过。这时，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：“杀了他吧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明白。”郑凡很清楚地看到瞎子脸上流下的冷汗，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，还没见过他露出这种表情。薛三急忙将女刺客补完刀，回头望向瞎子，也是一脸凝重。我一个刺客没感应到说话的人也就罢了。可就连死瞎子的精神力也探测不出对方位置，那问题严重了。只见墙角一名头戴斗笠男子正悠哉喝茶，他输了，应该得到解脱。我答应过你们，死前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问吧。瞎子薛三立即拦在郑凡身前，主上，你来问吧。说罢，瞎子在身后用手势比了个舞。郑凡立即反应过来，热烈的马，这货至少5品起步吗？然后郑凡抛出了一大堆问题，最后陈大侠指了指一旁，他杀了这些无辜的人，所以该死。这时郑凡稍微松了口气，很好，这是个好人，这类人比较好坑，心中已有盘算，问道：“那你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呢？”陈大侠缓缓抽出长刀：“我为了杀你而来。”大燕银浪郡南望城之下翠流堡守备。郑凡，这时许文祖咬牙切齿道：“在我大燕境内杀大燕的官，你可知会引发什么后果？来日我大燕铁骑必让前国尸横千里，片甲不留。”男人斟酌片刻，今日我只取郑凡人头，其余人大可离开。许文祖冷哼一声，在郑凡几人的注视下，镜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郑凡还想再抢救一下。陈大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率军去前国乃是受靖南侯的命令，你要真想为你前国谋福祉，大可去找靖南侯啊。男人听闻此话，直接打断说：“靖南侯田无尽，我打不过他。”郑凡有些无语，马德，脑子不好使的人果然不好忽悠。他也搞不清楚，两国交战打仗杀人再正常不过，为什么对方偏偏就要杀自己？这时男人剑锋一指，对着瞎子和薛三说：“你们如若不出手，我便可留你们性命。”见对方依旧拦在郑凡身前无动于衷，男人浑身爆发出罡气：“那你们全都去死吧！”瞎子薛三立即摆出战斗姿态，双方实力差距过大，今日怕是难以善终。这时郑凡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：“大侠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只见男人提剑做出蓄力姿态：“你问，问完了我就出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！”男人有些摸不着头脑：“你不是一直在喊我名字吗？”场面顿时尴尬住了。姓陈，名大侠。薛三趁男人愣神之际，他明白机会来了，迅速闪身来到男人身后，手持双笔就要朝他脑袋刺下。然而男人只是转身挥出一剑，轻而易举的就将薛三的匕首震飞。你是个优秀的刺客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技巧是无用的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今日我只杀郑凡，下一次我不会再留手了。薛三撇了撇嘴角，要不是爷爷没恢复实力，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才对。这时陈大侠指着瞎子，直觉告诉他对方很危险，因为他感觉到周身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。瞎子爆发出全部精神力寻找他的心灵裂缝，但很遗憾，对方是个内心毫无裂缝的人，说白了就是一个缺心眼的二货。不管了，瞎子立马爆射出一发银针。陈大侠展出一记剑气，不仅将银针悉数拦下，剑气还朝着他们迸发而出。瞎子凝聚出全部精神力，硬生生掀起地板，形成一堵石墙阻挡剑气。但那石墙甚至还未坚持1秒钟就直接溃散，只见剑气结结实实斩在了瞎子身上。还好有石墙抵消了大部分剑罡，不然这一击怕是要直接嗝屁了。隐匿在一旁的薛三再次发动偷袭，可陈大侠早已有所防备，半空中的薛三无处借力，根本无法闪躲。情急之下，瞎子再次凝聚精神力，将薛三身影强行位移到他身后。好机会！眼看薛三的匕首距离陈大侠的头颅不足10厘米，可对方反手就是一肘将薛三击飞。你有2个很优秀的仆人，束手就擒吧。如今只剩下郑凡一人在场，今日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他摸了摸胸口的魔丸，准备做最后殊死一搏，可没想到陈大侠这时却跪了下去。他一把扯开裤子，不知何时已有一根银针刺进他的腿中，皮肤周围已完全腐烂。这时瞎子和薛三同时发出冷笑，没想到吧，孙贼，爷爷今天再教教你什么叫江湖险恶，那针上可是淬了良城的尸毒啊！傻逼。